老板，一切搞定，只要这楼一炸，燕飞尘就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个不识时务的蠢，莫非要挡我们的财？处理干净点。老板，楼塌了，就算他命大没被炸死，也得被活埋。这下神仙也救不了他了。我不是被埋了吗？这里是哪里？地狱？检测到生命体征，意识完整，正在进行绑定。你好，燕飞尘，在现实纬度，你的肉体已经死亡，此为灾厄空间，你现在的身体由本空间提供，是否愿意签订契约，成为清理人，参与灾厄游戏？我一次性问完：第一，我真的死了；第二，这里和灾厄游戏到底是什么？第三，如果我拒绝会怎么样？第四，我还能不能回到现实？你的原初躯体已彻底消亡，拒绝者意识将在此空间内永久沉沦，直至湮灭。只要你能完成游戏任务，你将获得超乎想象的力量，足以让你向仇人拿回一切的力量。好，我签。契约成立，欢迎加入灾厄游戏。清理人60秒后将投放至新手任务区，倒计时开始，60、59、58。这就是你的游戏吗？用我最痛苦的记忆来当开胃菜。新手任务1：逃脱。任务描述：离开顶层区域后，大楼将于1分钟内成功逃离大楼覆盖范围。任务奖励200灾厄积分。注意，若20分钟内未主动离开顶层，大楼亦将自动坍塌。楼层不高，大概13层，每层3米左右。从这到地面，只要速度够快，1分钟足够的。检测到清理人已离开。大楼分开程序启动，倒计时60秒。什么？啊！任务奖励升级为身体组织操作1次5百成绩，进入剧场，大楼成功实现人工梦。前进，游戏才丁，新手任务1：逃脱，已完成。任务评价 A 级，正在结算奖励。奖励：身体基础修复1次500灾厄积分，已发放。这就是灾厄空间的力量吧？创造、毁灭、修复，都在一念之间。丁，新手实时商业即开启，持续时间3分钟。DLK-17手枪，白色品质，售价450灾厄积分，9毫米手枪弹夹15发，售价100灾厄积分。开山刀，白色品质，攻击力3-10，售价50灾厄积分。初级治疗药剂，售价100灾厄积分一瓶。削弱版爆发药剂，售价150灾厄积分一支。一把枪和一个弹夹就要花光所有积分，这是给新人的陷阱吗？没有后续补给，枪就是个烧火棍啊！兑换，开山刀1把，初级治疗药剂3瓶，削弱版爆发药剂1支。丁，兑换成功，扣除500灾厄积分。丁，检测到旁观者已同意完成交易，交易内容：修改清理人烟飞尘任务2及后续全部任务。作为评核，向清理人烟飞尘开放部分权限。你现在可以查看任务修改。旁观者，受灾厄空间邀请的特殊家庭拥有极高权限，他们可以空间进行交易，支付代币，增加意外和修改批准方式，参与清理人的任务进体，增加观赏性。把我当成取乐的玩物吗？很好，希望你们为这场表演支付的票价足够昂贵。丁，新手任务2生成中，难度已修改。新手任务2发现任务描述：坍塌的大楼掩盖了不为人知的秘密，请在30分钟内找到通往地下的入口。任务奖励300灾厄积分，失败惩罚全属性减3，并随机扣除2件随身物品。随机扣除，这是要断我的后路啊！常规建筑的承重结构崩塌会形成外高内低的离地region，这里就是这里。武器开山刀耐久性强。新手任务2发现已完成，恭喜你获得奖励300灾厄积分。武器开山刀耐久度减3。放屁给我这么高，果然是秘密实验室。这个味道，
武器开山刀受到强力啃食，耐久度减12。好大的蛮力！击杀 T-01型感染者，获得白色宝箱成衣，触发支线任务清理。任务描述：实验室内仍有大量失控的感染者，请在离开前击杀20名感染者。任务奖励：绿色宝箱成衣，灾厄积分500。当前进度-20。开启白色宝箱，获得灾厄积分乘50。空气净化喷雾成衣。物品：空气净化喷雾，效果：瞬间清除小范围内的异物、血腥味、腐烂气味。物品：工牌，姓名李伟，部门生化研究3部。物品：6发手枪弹匣，7.62毫米。研究员，看来这就是灾难的源头了。物品：保安室钥匙成衣。物品：544式手枪，空弹。物品：实验室 B2层地图。感染者力量巨大，没有痛觉，听觉灵敏，攻击欲望极强，弱点是头部。果然，被咬伤就会被感染，传播性极强。击杀 T-01型感染者，支线任务清理进度更新2-20。手枪是空的，弹夹在我手上。保安室里应该还有更多的武器弹药，甚至幸存者至少还有18个。得先武装好自己。击杀 T-01型感染者，支线任务清理进度更新4-20。特殊感染者，爬行者感染者，获得灾厄积分乘200。支线任务清理进度更新5-20。击杀 T-01型感染者，支线任务清理进度更新6-20。果然是内部出了问题。要去最底层的核心研究部，必须经过员工餐厅和中央花园，没有任何其他通道。提交时间剩余6小时。最终任务发布。任务名称：元凶。任务目标：找到并摧毁导致地下研究所异变的元凶。任务奖励：灾厄积分乘1000，解锁半数据化模板，解锁回归权限。失败惩罚：永久停留在此灾厄世界。那些陷害我的人还在外面等着我清算，我必须回去。20米的距离，2位数的感染者，硬闯就是死路一条，必须想个万无一失的办法。感染者的感知优先级，声音大于气味，气味大于视野，可以利用这一点。就是现在！击杀 T-01型感染者触发，支线任务清理进度更新4-20。好强的防御力，这就是精英感染者吗？太稳重了，像我的速度和灵活性。获得绿色品质装备，一对被淘汰的拳套，攻击力12-20。被动技能变奏出拳，左拳命中目标将附加迟缓效果，右拳攻击速度与伤害提升20%。装备需求：力量6，体力5，敏捷4，刚好符合我的属性，天助我也！有效！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
大脑才是弱点。成功击杀 T-02 型变异感染者，变异程度50%，支线任务清理进度更新15-20，任务结算红包额外加成，获得绿色品质宝箱，开启宝箱获得3000点灾厄积分。3000积分，原来猎杀这种级别的感染者才有真正的价值。穿过花园就是研究部最终任务的开始了。主武器被淘汰的全套，副武器被淘汰的全套。速度和致命一击远比单纯的防御更重要。清理进度更新18-20。这不像是人干的，更像是某种野兽。感染生物。原来是研究所养的看门狗。力量不足以破坏，很好。它的速度需要测试一下。听觉极其灵敏，反应速度和移动速度远超普通感染者，但是被子弹擦过的皮肤翻卷开来，看来肉体强度并没有得到太大强化。是菖蒲，味辛，带香气，在风水局里是用来防疫驱邪的。果然是困囚之举，可惜这里的邪物太凶，日常干枯的食物是最好的燃料，白酒的气味会吸引它。既然是看门狗，那就让个萤火犬吧。就是现在！很好，计划成功。这头畜生马上就会被烧成焦炭，省了我一番力气。不对，火势这么大，研究所内部的感应消防装置随时可能会启动。如果被水浇灭，那就前功尽弃了。26分钟，比预想的早了4分钟，是巧合，还是有人在暗中操控？第3类感染者。听觉和嗅觉特化，对血液极其敏感，速度极快，但力量和防御力一般。绿色全套足以破防。身份验证通过，欢迎你，李博士。果然，里面才是真正的巢穴。还有那个提前启动消防装置的家伙，一定也在这里面。必须进去，全都清理干净。数量太多，在狭窄空间里硬闯是找死。得换个方法。白色宝箱留着也是占地方，一次性开完算了。唐顿补充体力，这算是唯一有用的东西了。以后白色宝箱再也不开了，纯粹浪费时间。获得积分950，获得白色宝箱。到短时间内立即击杀，已为您开启击杀提示的缩功。缩功能也好，省得烦人。但里面可以不少。这扇门本身就是个完美的武器。杀光他们，这种感觉很痛快。不对，这不是我的情绪，是这个游戏在扭曲我的心智。不是清醒，不是他们那种怪物。这是什么？某种代号？
还是怪物的名字？线索太少。我知道你在这里，躲在某个角落里看着我。不出来是吗？也行，外面被堵住的入口，后面可是有整个基地的感染者在开派对。你说，要是我把那堆废墟搬开，会怎么样？反正我一个人，大不了鱼死网破，大家一起变成怪物，一定很热闹。停下，到研究部最深层的药物是上钩。站住，退回去，双手举高，把你身上的武器都扔到地上。这个也脱下来。果然是好东西。现在你可以去死了。怎么回事？真是个蠢货！这拳套的被动技能是变奏出拳，必须左右手交替攻击，而且第一拳永远只能是左拳。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平等的谈一谈了，对吗？我叫宋文博，你可以叫我老宋。负责人，很好，带路吧。我想看看你们研究所到底在研究些什么好东西。跟我来，你想知道的，我都可以告诉你。这是什么？传说中生物博物馆？博物馆？哦，他们是人类未来的钥匙，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我们研究所真正的目的就是解析这些生物的基因。你根本无法想象，他们的基因序列和我们人类有着超过99%的重合度。这意味着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力量、速度、自愈能力全都可以被优化，然后移植到人类身上。所以你们想制造超人？不是制造，是推动全人类的进化，这才是科学的终极目标。说的很好听，那么外面那些到处乱窜、见到人就咬的进化人类又是怎么回事？那是一场意外，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实验事故。说下去。有个研究员为了加快进度，擅自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混合多种生物的血液进行研究。我们当时用了一个死刑犯作为实验体。结果，实验体发生了无法预测的畸变，他彻底失去了理智，变成了只知道攻击和感染的怪物。在被控制之前，他感染了第一批研究员，然后一切都失控了。所以你就把这里炸了？为了阻止感染扩散到地面上，我别无选择。我启动了紧急预案，摧毁了研究所上方的所有建筑，用数万吨的钢筋混凝土把所有感染者永久封存在了这片地下。速度极快，如同野兽的，行动迟缓，但数量众多的，还有那些吸食血液为生，原来如此。所以外面那些东西根本不是什么单一病毒的感染者，他们是你们实验失败的产物，是这仨玩意儿的劣质复制品。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什么不把整个研究所都炸成灰飞，一了百了，岂不更干净？我不能，因为这里还关着一个东西，一个比外面所有感染者加起来都更可怕的东西，它才是真正的源头。跟我来，你就知道了。这是什么？门后面是最初的实验体，我们称之为最终血。它的精神力量强大到可以影响现实，任何靠近它的人都会陷入最深层的恐惧幻觉，直到精神崩溃而死。这是超级浓缩镇定剂，能让你在里面保持最低限度的清醒，但有可能会永久损伤你的神经系统。我不需要这种东西。记住，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相信。飞尘，你回来了，快来吃饭啊！工作累了吧？快坐下，今天都是你最爱吃的菜。怎么不吃啊？妈妈做的饭
不好吃吗？住手！孩子，活下去。忘了仇恨，不要忘了仇恨，但你必须活下去。爸妈，我会完成任务，我会为你们报仇，然后我会好好活下去。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这是什么？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恐怖存在的1/1的碎片，它的本体就沉睡在这颗星球的最深处。这些强大的灾厄生物只是靠近这块碎片，就因为纯粹的恐惧而陷入假死。我们建立这个研究所，不是为了控制它，而是为了研究，为了在它苏醒的那一天能有一丝丝还手之力。我知道他。什么？我来自未来。你胡说什么2213年5月13日那一天被我们称为白夜黑昼，全球的灾厄瞬间清零，不是因为被消灭，而是他们的主人醒了，源头就在这里。我是被派回来改变这一切的人。对了，我想起来了，从这里直走，然后左拐，那个房间，你快去那个房间，那里有你需要的东西。血色支线任务：根除威胁。任务内容：击杀容器内的神秘存在，本体将同步死亡。任务奖励：积分10亿。任务惩罚：无。特别提示：接受该任务后，您将永久滞留本世界，无法回归。1亿分，用我的人生来换，哼，可笑！带我过去。看那里。这是，它就是这个研究所灾厄的核心，代号畸变体。它的前身是一名死刑犯。我们给他注射了融合多种生物基因的生物混合进化药剂，出戏非常成功。他保留了人类的理智，还获得了远超常人的力量和速度，但他失控了。没错。彻底失控，变成了现在这个只知道杀戮和破坏的怪物。触发支线任务：寻回药剂。任务要求：将生物混合进化药剂成功带出，并交给老宋。任务奖励：绿色品质饰品成衣。支线任务，看来这东西很重要，所以我的任务就是清理掉它。它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最大障碍，干掉它，我们才有活路。防卫枪械对它几乎无效，它的表皮比钢板还硬，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帮助。削弱版的爆发药剂，你的身体应该能承受，注射后5秒生效，能让你的体力、力量和敏捷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但记住，药效过后，副作用会让你虚弱不堪。足够了。体力+4，力量+4，敏捷+4，药效倒计时5、4、3。对，就是这样。让我看看人类的潜力和怪物的力量究竟哪一个更强。就是这样，压制他，压制他！快退，叶飞尘，快撤退！他的细胞在超速进化，防御力变强了。别管那是药剂了，那是失败品，快出来！我马上关门，你打不过进化后的他的。清理人？不，从现在开始，我也是怪物了。警告！正在注射生物混合进化药剂，正在进行基因认定成功。恭喜玩家获得特殊被动技能僵尸，僵尸豁免绝大多数感染效果，痛觉削弱99%，力量加50%，肉体强度大幅提升，属性点永久提升，体力+10，力量+10，敏捷+10，智力+10。它会变成和那个怪物一样的东西。
看来还是要用魔法打败魔法。力量增幅，左拳4点，右拳6点。上线了。皮肤角质化，指甲也，他的身体正在主动适应更强度的战斗。爆发药性效果消失了，然后刚才那股力量太难控制。不能用肉体去应接。还有闪躲，完全是原始的以伤换伤，不是以伤换命的打法。等等，这种对战斗的纯粹追求，这种疯狂，难道白夜黑阵真正的制造者不是什么研究员？警告！检测到玩家身体正在进行2次演变，基因融合判定中，判定成功。玩家力量属性已达24点，解锁特殊被动技能吸血鬼，吸血鬼敏捷加50%，思维速度与攻击速度大幅提升，可通过吸食血液恢复自身伤势与体力。好快！结束了。恭喜玩家成功击杀原著感染者，获得积分5000点，获得奖励蓝色宝箱成衣、能量结晶小成衣。老宋，我知道你在看，这是最后一支药剂了。打开门，我会把它交给你，之后我会自行了断。他已经到极限了，一个将死之人不足畏惧，只要拿到药剂，所有的牺牲都值得。你的东西拿好。支线任务：研究员的遗愿已完成，获得奖励研究者的心愿绿。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苏明言，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怎么会？这场灾难的元凶是他，是这支药剂，也是你们这些被欲望吞噬的研究员。什么？清理垃圾不需要理由。已击杀关键人物苏明言。最终任务：灾厄的源头已完成。玩家持续解锁，半数据化模板开启，回归权限已激活，60秒后将强制回归灾厄空间。这就是我的初始面板吗？正常人的标准是6点，我的智力和体力果然异于常人。姓名：天飞尘，体力8，力量6，敏捷6，智力9，魅力问号，幸运问号。存储空间已解锁，当前容量20格。技能栏已解锁，已觉醒被动技能僵尸、吸血鬼。装备栏已解锁，特殊饰品研究者的心愿。回归倒计时10、9、8。任务世界废弃研究所评级核算中，检测到玩家完成隐藏条件，旁观者的干涉，最终评级提升，最终评定 S 级。恭喜玩家获得 S 级评定奖励，自由属性点乘6，灾厄积分乘12000，灾厄等级加2。欢迎来到灾厄空间，求生者编号124095。警告！检测到玩家体内存在高危不稳定物质，生物混合进化药剂，副作用判定开始，共需通过5次判定，失败将导致身体数据链彻底崩溃。第1次判定失败，生命值上限降低20%。第2次判定失败，生命值上限降低20%。第3次判定失败，生命值上限降低20%。这就是败家吗？第4次判定失败，生命值上限降低20%。警告！玩家生命值上限仅剩20%。下一次判定失败，玩家将被抹杀。检测到玩家获得 S 级评定，触发隐藏奖励：深度身体修复权限，修复所需积分500万。因 S 级评定，已为玩家减免90%，最终所需积分50万。检测到玩家当前积分不足，无法支付，放弃修复。50万，果然这里从不给人真正的活路。最终判定即将开始。5、4、3，旁观者申请与您进行紧急沟通，是否同意？1，同意。判定终止。求生者编号12409，你有2个选择：第一，保留最后的尊严，在这里数据彻底消灭；第2个选择，第2个选择活下去。代价。灾厄空间存在投资机制，我可以为你支付修复身体所需的全部积分，让你活下去。条件是什么？你是我投资的第137位求生者，在你之前的136人，我只有一个要求：活下去。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无需付出任何即时代价，只需签订这份投资契约。当未来某一天你满足了我的条件，我会提出。我签。收到来自旁观者的积分转账50万点，积分充足，深度身体修复启动。记住，求生者12409，不仅仅是你的游戏。旁观者投资
有意思，这个死亡游戏好像变得更有趣了。深度身体修复已完成，副作用已清除，生命值上限恢复至100%。求生者124095，根据投资契约第137号，为你垫付的50万积分全额支付。所以修复完成了。是的，但我需要提醒，这50万积分并非赠与，而是付的利息的贷款，将以分期形式从你未来的收益中扣除。利息。作为我司的 VIP 客户，你有权知晓我的代号文职，而作为投资你的补偿，以及为了确保你能更好的恭喜玩家获得临时经理人权限。这项权限允许你查看部分灾厄空间的底层数据，并拥有对违规求生者的清理资料。只要你在下一个游戏中存活，该权限将转为永久。经理人，这个游戏的管理者吧？是为了更好的评估你的灾厄等级将额外提升1级。丁，玩家灾厄等级提升，当前等级 LV4。等级越高，下轮游戏的难度也越高，真是一个慷慨的补偿。风险与机遇并存，我的投资介绍到此结束，期待你的表现，客户。个人专属空间已解锁，空间区域通行权限已解锁，下一轮游戏将在14天后开启，请做好准备。姓名：边飞尘，灾厄等级 LV4，体力79，力量82，敏捷75，精神95，法力值0。体力力量值恢复到了这个程度，法力值归0了。被动技能：僵尸已移除，吸血鬼已移除。 2个核心能力没了。变异天赋 A 级，灵性生长，效果：你的法力值归0，但每成功完成一轮灾厄游戏，将根据你的最终评级，永久性的大幅提升法力值上限。血统未知，蜕变中。原来如此，生物混合进化药剂，它差点杀了我，但也给了我全新的东西。这个正在蜕变的血统，才是那价值500万积分的真正核心。A 级天赋加上一个价值500万积分的未知血统，临时清理人权限，灾厄级4。文职，你的这次投资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情报永远是第一位的。购买。幸存者，初始世界任务失败者，被剥夺属性加点资格，沦为空间最底层劳力。求生者，空间核心成员，每14天将经历一轮灾厄游戏，游戏间隙拥有10天休整期，休整期间可支付积分返回现实世界，最长停留4天。返回现实世界，还不够。以我现在的实力回去复仇和送死无益，必须先在这里获得碾压一切的力量。清理人，拥有特殊权限的求生者，负责监督、裁决并清理空间内的违规者，拥有更高的信息查阅权限和行动自由。监督、裁决，原来如此，这就是文职给我的补偿。猎人身份总比当猎物要好。这里面不会是空的吧？让我看看属性。我没看错吧？蓝色宝箱才卖3000，兄弟，你是不是疯了？蓝宝箱只是为了吸引各位的注意，不卖。我真正要卖的是这个白色宝箱和这件绿色饰品。搞什么噱头？这绿色饰品什么属性？研究者的心愿，装备后精神属性加5点，对5级以下的求生者来说是不错的过渡装备。这条项链怎么换？我不要积分，我需要战斗技能。技能卷轴，近战类的。基础近战卷轴，市价15000积分，换你这条项链绰绰有余。溢价太多了，他对这条项链有特殊需求，或者是在试探我。成交。你的手好凉，还有你的肤色，这不是正常的苍白，你不是纯粹的人。你强化了丧尸类的血统，而且是非常特殊的变异体。被看穿了，这个女人不简单。太完美了，简直是艺术品，换我男朋友吧。啊？你说什么？这女人疯了？还是新的试探手段？我是死灵类的血统强化者，一直在寻找完美的同类。那些普通的丧尸血统，不是浑身溃烂，就是带着一股尸臭，根本不堪入目。但是你不一样，无溃无尸臭，气息纯粹而冰冷，你是我见过最完美的样本。神经病！哎，别走啊！我是真心的，我们可以深入交流一下血统变异方向。喂！可恶，跑掉了！我的完美样本。真是个疯子，恋尸癖吗？灾厄空间里果然什么怪人都有。
检测到可激活物品基础近战卷轴，是否花费500积分？激活被动技能近战基础 LV1，激活，激活成功，请选择需要强化的技能。强化近战基础。近战基础已强化至 LV10，下一次强化将产生致命，是否消耗2000积分强化至 LV11？强化，强化成功，近战基础提升至 LV11，解锁质变效果，全套类武器伤害下限加5，伤害下限提升，意味着输出高上下击。先看那个白色的，试试运气。这个感觉是血统要完成蜕变了，忍住，一定要忍住。检测到玩家烟飞尘体内血统完成初次蜕变，血统信息更新，血统名称原初异变生物混合体，立即可产生。混合特质：你的存在形式已非纯粹生物，个人魅力属性将永久锁定为0。血统特质2：变异身躯，你的身体构造发生变异，物理防御力小幅提升，恢复速度提升，痛觉大幅削弱，徒手攻击时获得全属性判定+1。血统特质3：感染，你击杀的生物有一定概率被你的力量感染，转化为受你控制的感染体，当前可控制上限10。魅力锁定为0，怪不得变异身躯削弱痛觉，提升恢复，这简直是为战斗而生的改造。这就是新的我吗？检测到玩家血统发生特殊变异，天赋灵性成长 A 级受到影响，天赋正在产生良性突变，突变成功。恭喜玩家燕飞尘，你的天赋已晋升为 S 级天赋灵性吞噬，灵性吞噬，你的存在已超越常规，法力值永久归0，所有需要消耗法力值的技能将转为消耗你的生命值。被动效果1，你的最大生命值额外增加130%。主动效果2，每次游戏世界中你拥有5次机会可通过击杀单位吞噬其灵性，永久增加自身智力属性，每次吞噬保底增加1点。S 级天赋，法力值换生命值，能源源不断的吞噬智力。这下我彻底变成了一个打不死的怪物法师，是一个披着法师外衣的近战坦克。开启蓝色品质宝箱，你获得了积分3000，能量结晶3颗。开启特殊品质宝箱，你获得了道具原初感染者的心脏、技能卷轴、精通寄生卷轴、原初感染者的心脏特殊道具，吸收后可永久增加体力+2，力量+1。吸收。吸收成功，你的体力+2，力量+1。检测到玩家升级，获得6点自由属性点，加上之前的2点，一共8点。我的力量和体力已经通过心脏得到了补充，现在最需要的是速度。8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在敏捷上，属性点分配完毕。精通寄生卷轴可将任意一个已达到最高等级的基础技能提升至精通级别，获得额外效果。就决定是你了。你的技能近战基础 LV11 Max 已晋升为近战精通 LV1，近战精通 LV1被动效果，所有近战攻击额外造成10%的伤害，小幅提升招架与格挡成功率。精通级别不错，该去把装备也弄一下了。检测到装备撕裂之主绿色品质，攻击力8到15，当前强化等级0，请选择强化等级，每次强化需消耗200积分，成功率95%，失败装备不损坏。强化+1成功，攻击力提升至9到17，强化+2成功，攻击力提升至10到19，强化+6成功，攻击力提升至20到30，耐久度已完全恢复。+7强化需消耗500积分，成功率60%，失败后装备将破损。攻击力翻了1倍多，可以了，再往上风险太高，我不是赌徒。给我上11页，成了我就能换那些死装了。我的针锋剑没了，用全部身家去赌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愚蠢。欢迎来到实战模拟中心，请选择模拟等级。初级实战模拟，模拟对手为全属性15点，掌握一项精通级基础技能的标准化战斗单位，费用2000积分。全属性15点，刚好可以检验一下我现在的水平。选择初级实战模拟，积分扣除成功。模拟开始，模拟对手无脸人，力量15，敏捷15，体力15，智力15，技能近战精通 LV1。好快！模拟时间结束，综合评价被压制。这就是技巧的差距吧。我的属性明明比他高，却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我只是一个拥有高属性的空壳，根本不懂得如何战斗。恢复速度不错，但面对高强度的战斗还是不够看，必须买点药剂备用。剩下的积分只够买点最基础的补给品和支付下次任务的传送费了。必须尽快变强，参与真正的战斗。你的申请已被驳回，综合评价过低，无法提前结束模拟。技巧还有防御。
警告：你的血统变异身躯与该防具发生冲突，无法装备。可装备部位：头部、上身、轻甲限定，下身、腿部。又是血统限制，双手无法装备护甲，连上身都只能穿轻甲。麻烦了，近战最需要保护的就是双臂，而我的攻击又依赖双手。全套虽然增加攻击，但没有防御力。兄弟，看看这件重甲，矮板属性，但防御力绝对够看，便宜卖了。有轻甲吗？轻甲那玩意儿谁要啊？防御低，属性加成也差，根本没人收。你去那边犄角旮旯看看，可能有收破烂的会有。嘿嘿，兄弟，不是我黑你，整个交易区就我这儿有轻甲，你不要可就没地方买了。装备清点完毕，头部定制头盔白，上身破损的皮甲白，下身磨损的皮裤白，腿部老旧作战靴白。总算凑齐一套了，积分也基本见底了。防御力聊胜于无，但总比赤身裸体要好。申请进入下轮游戏。申请驳回，距离上次任务结束不足72小时，无法进入新任务，冷却时间剩余68小时45分钟。3天嘛，也好，就当是做一场噩梦吧，睡一觉，说不定就醒了。冷却时间已结束，随时可以申请进入新游戏。申请进入任务，传送区域 E 区。之前已通过，正在传送至大厅 E 区。来个强力肉盾，本人输出爆炸，来个能扛得住的兄弟，保底 A 级评价。3人小队，还差一个治疗和一个远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混个及格评价就走。有奶妈吗？来个奶妈。组队收益按贡献度分配，人越多，分到自己手里的就越少。更何况人心难测，背后捅刀子的事，在这个游戏里还少吗？传送将在3分钟后开启，请所有求生者做好准备。本次任务世界晨昏大陆，世界等级 LV2到 LV30。在这片大陆上，代表生者的天辉审判庭与代表王者的夜眼天灾军团进行了长达1000年的战争，战争永无休止。所有求生者默认加入天辉阵营，共同抵御天灾军团的入侵。还好是天辉阵营，不用跟那些恶心的亡灵打交道。太棒了，跟着审判庭混，肯定有肉吃。警告：检测到求生者血统变异身躯，正在进行阵营适应性判定，判定完毕。你的血统与天辉阵营存在严重排斥，强制阵营转换中，转换成功。你的阵营已转换为夜影。当前世界求生者总数431人，天辉阵营求生者430人，夜眼阵营求生者1人。唯一的夜眼，这时要把我放在所有求生者的队里面。因不可抗力导致阵营变更，正在发放补偿，补偿发放完毕。你已获得临时被动技能晨曦与专精 LV20。注：此技能仅在本次任务时间生效。主线任务已发布，晋升任务目标在7天内成为任意一支夜眼部队的军团长，军团规模不得低于1000单位，任务奖励10000积分，失败惩罚强制进入血腥地堡3天。军团长1000人归还有那个惩罚，血腥地堡奖励很高，但失败的代价也绝不轻松。看来这次不能只靠蛮力。开平台，不知道在这个阵营对立的世界里会有什么用。欢迎使用公开联络平台，每次发言将消耗100积分，发言内容将被所有当前世界的求生者看到。有意思，居然不显示阵营，也就是说，我可以伪装成天辉的人去窃取他们的情报。刚到天辉阵营的兄弟们，集合点在哪儿？这边环境不太对劲，求个坐标。坐标 WJS-84，天辉审判庭前哨站，大家速来 ！NPC 已经开始发布任务了。组队刷怪的来，我们5人小队缺个治疗，就在前哨站门口，装备好说。哎，有没有人看到一个穿拼凑衣的、戴金属面具的独狼？系统提示我们阵营里出了个叛徒，就是他！妈的，让我碰见！叛徒这么快就给我打上标签了，也好，省得我去找你们了。阵营变更补偿发放中，你已获得临时被动技能暗夜赐福。暗夜赐福，身处夜幕或同等环境下，你的全属性加2，生命与能量恢复速度加50%。你已获得临时主动技能侦查，侦查可获取指定目标的详细信息，冷却时间20秒。全属性加2，还有恢复加上，在这片土地上，我就是主场。站住！你是什么人？这身打扮不像是我们的人。队长，你看他那身破烂，不会是这片土地上的畸变体吧？畸变体正好，就由你们来试试新技能侦查。目标：天辉审判庭斥候，等级 LV2，属性力量3，敏捷4，体质3，智力7，受夜幕环境压制，当前为4，技能晨曦之力，圣光打击。智力很高，但被环境压制了。现在我的属性全面碾压他们。专业拿下再说。晨曦之力。救车
怎么可能？我们的合力一击，他居然……礼尚往来，现在轮到我了。快，开启圣光护！你以击杀天辉审判品质后，触发天赋灵性吞噬，智力加1。智力的吞噬，这天赋果然是为杀戮而生。你家死了，3血！他是怪物！快发信号！全体成员，独家情报：天辉方完整作战图含部队部署和奇袭计划，只要1500积分，先到先得，只卖10份，信誉保证。完整地图，这人胆子不小，连自己阵营的情报都敢卖。不过正是我需要的。地图我要1份。求生者林北向你发起交易，内容：亡灵焦土地图，天辉特供版，价格1500积分，交易成功，你已获得亡灵焦土地图，天辉特供版。奇袭阴影堡垒，看来天辉主力都被吸引到那边去了。我这个叛徒暂时不会是他们的首要。晋升任务要求我加入夜影阵营下的某个军团。阴影堡垒现在是天辉的眼中钉，太扎眼了。食腐者教廷，高危险也意味着高机遇，而且位置偏僻，正好可以避开天辉的搜索部队。完成我的晋升就去这儿了，得快点动身了。站住！他不是影魔，他身上的味道，很复杂，更近似于我们，但又不是。请出示你的证明，你需要证明你是阴影堡垒的人。好强的压迫感！光是这2个守卫，属性值恐怕就在15点以上，力量更是突破了20点。上个世界的我，恐怕连他们一个都打不过。我确实来自阴影堡垒，这是证据，那里正在发生战争，情况紧急。令人恶心的圣光味道，但这上面确实有阴影堡垒那群影魔的气味。你跟我来。这种被当成观赏品的感觉真不舒服。王在里面等你，注意你的言行。这结构支撑点太少，很容易倒塌，职业病又犯了。你很特别，我漫长的生命之中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和你类似的爷爷。好快，这速度，他想杀我，根本不费吹灰之力。直觉在疯狂警报，回头必死无疑。你的血液很新，阴影堡垒没有你这样的存在。我可以确定你很紧张，你的呼吸，你身体每一寸的僵硬都在告诉我这。不过你终归是一个爷爷。身上确实有阴影堡垒的气味。去找克兰德，他会带你返回阴影堡垒。我需要你证明自己的价值。只要走出这座大殿，暂时就安全了。找谁？可怜。虽然早有准备，但那个食腐者之王带来的压迫感，简直是天花板级的战斗力。总有一天，我不仅要达到他这种境界，还要超越他。兄弟，要不要全新的地图？细节更加丰富的美，一口价5000积分。我需要先确认有什么区别。内容确实更详细了，5000积分，我现在只有2000出头。这个东西你收不收？哟，好东西啊，兄弟！看来你初始世界评分不低，你这玩意儿市场流通价就2000积分。可行，成交。兄弟，我交易地图给你这事儿，还请千万别帮我听到这件事情不说。当然，我也绝不透露你的钱。你看你卖情报卖的这么狠，估计已经被不少人盯上。不过，既然这是王的意思，等等，原来如此，想完成任务1，就要不断刷军功，提升军衔。这7点应该就是击杀审判营成员得来的。看来战场是唯一的捷径。很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第6军团的人了。好干，各位少不了你。小燕啊，以后你就跟我干，只要表现好，晋升空间少不了你。不看资历，只看
很技术。又是这套说辞。一号集团，先认真。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在这个灾厄游戏里活下去。王让您带我返回阴影堡垒。那里发生了什么？审判庭的奇袭。原来如此，有意思。你回去继续看守教廷大门。你跟我来。军团长，我们只带这么点人吗？奇袭阴影堡垒的审判庭有多少人？7000人左右。最后集合的100人自觉回到原位操练，剩下的人准备跟我走。400人去对付7000人，不是此刻。食腐者之王既然点名让我来找他，就证明这个人有过人之处。这么说，这400人真的足够了？认查。姓名柯兰德，双方实力差距过大，无法获得完整数据。体力14，体力就高达44点。不要去窥探那些实力比你高出太多的人啊！好险，幸好刚才没对食腐者之王使用侦查，否则我根本走不出那座大殿。特兰德，对面的生者没有任何信息，你突然召集军队是要做什么？曼弗里克，我第6集团军做事，还轮不到你第8集团军来插手吧？你身边居然还带着一个人，真是龌龊的伪。是你从哪里招来的杂种？我们食腐者的血脉应当保持纯粹。还记得我刚刚和你说的话吗？现在你可以再加上眼前这位第8集团军的军团长。这家伙是在拱火。不过这个曼弗雷克也确实让人不爽。姓名曼弗里克，双方实力差距过大，无法获得完整数据。体力40，力量43，敏捷39。好恐怖的面板，这对于我们求生者来说，完全就是 BOSS 级的数据。你找死！克兰德，管好你手下人的眼睛。我手底下的人怎么样，还轮不到你来教。而且他身上有王的授意。曼弗里克，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都看到了，要是我刚刚打不过他，你的小命就不保了。所以记住我刚刚说的话。曼弗雷克军团长不会是您的对手。这只是你一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是我的，明白了吗？老狐狸。说实话，我越来越觉得你是个可造之材。可惜你不是纯粹的食腐者，不然我说不定会把你当下一任接班人来培养。列队出发，目标阴影堡垒。看来奈文摩尔那个家伙确实是吃了大亏。看到那层光幕了吗？烟灰的隔绝法术，8术之内充斥着晨曦之力，对我们来说就是剧毒。我倒是开始好奇，你是怎么从里面活着跑出来的？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介意让我知晓吗？我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可怜的军团长，我很抱歉。真是可怜啊！既然这样，不如我们做个交易。等下的战斗，你如果能解决掉20名审判庭成员，我就为你取一个名字，如何？已触发支线任务，名号。任务信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击杀0到20名审判庭单位。任务奖励：未知称号1枚，50点军功。失败惩罚5。正合我意。我明白了。冲锋！阴影堡垒唾手可得，援军一到，这些黑夜的异端就将被彻底审判，不可掉以轻心。别忘了有王者逃了出去。等等，那是什么？该死！集结队伍，准备迎敌。最多不超过500人，我们有2000人，有事在我。是食腐者。嘿嘿嘿，你的血肉将成为我的食粮。击杀审判庭单位13到20。很可惜，你没能完成任务。非常抱歉，我让您失望了。果然，这家伙根本就没想让我完成任务。刚刚好几次都有食腐者在有意无意的干扰我抢人头。我的士兵都知道，我一向如此。堡垒里还有不少杂碎，你还有表现的机会。当然，里面的战场会更加混乱，你可要多多小心啊！这是最后的通牒。这老狐狸是想把我逼入死局。既然如此，只能剑走偏锋了。军团长，我能否不进入阴影堡垒参与战斗？我需要一个理由。
警告：东贝耐久度已不足5点。糟了，这把火力的黑雾有腐蚀效果，必须尽快说服他。我的实力太过于弱小，想必军团长你也看得出来。那又怎么样？这不是你成为逃兵的理由。你要知道，你现在是食腐者教廷的一员，我允许弱者的存在，但绝不容忍逃兵。我知道你对刚刚的表现有些羞愧，我能理解。没有谁生来就是强者，我们杀戮、汲取养分，才造成了教廷的威名。我会给你成长的时间。好一副慈祥长辈的嘴脸，可惜我一个字都不信。我虽是您手下的一员，但我终究不是食腐者，这是个体差异，我无法违背。那又如何？我说过，我需要一个理由。但战斗确实并非我的强项，我的军团长大人。哦，那你和我说说，你擅长什么？局势分析、指挥、调度。才到现在，审判部出动7000人奇袭，却留下2000人在外驻守，这不合常理。这样从堡垒内逃出来求援的士兵，而他们成功了，否则我们抵达时看到的就不是这番光景。不呢，这也能说援军，他们清剿逃兵，就是为了掩护后续援军的到来。审判庭的发动奇袭，必然是找到了一条我们未曾发现的战略密道。一旦有援军被招来，那条密道就会暴露。可如果没有援军，他们就能凭借密道源源不断的输送兵力，把阴影堡垒变成他们在夜下的阴影。不错的分析，但你又如何确定他们一定会有相信？我愿用我的生命担保，审判庭必有援军，但数量不超过5000，而且最多还有10分钟就将抵达这里。你的命，在我看来一文不值，这是我能拿出的最高筹码。好，给你10分钟。如果我看不到你说的援军，你知道下场。属下明白，感谢军团长的信任。你玩得很大，就是我的赌注就是第6集团军食腐长的指挥。你们两个，其他人听从战场，四散隐藏。可怜的一定在暗中观察，绝不能漏气。现在来看看联络平台上的情报吧。我对你刮目相看。这场豪赌收获确实不小，但这群功想当是军团长，难容登天。你还有。现在抓紧你们的食腐长，是好手，名为下属，实为剑士。即便我赢了赌局，他也从未真正陷入过我。这场赌局我看似赢了，实则还是输了半赌。战斗即将开始，护好你们的食腐长，他不擅长战斗，所以不要让他出现什么意外，懂了吗？是。身死，是不让我捞点好处，太说不过去。想去厮杀吗？军团长说过，我们需要保护你，因为你不擅长战斗。10位食腐者所拥有的力量，或许会成为倾斜战斗天平的砝码。你们不应当停留在我的身边，这无疑是在让我拖累整个军团。你们是天行的战士，不应当为了我一个人而自负手脚。我是你们的食腐长。你们应当遵从我的命令。连的军团长明确说过，我们要保护我，有这个必要吗？我推断出了这场奇袭，避免了军团被两面包浆，甚至敢为此和军团长赌命。现在我愿意再赌一次，我能推断出你们加入战斗所带来的价值。你傻愣愣的站在这里，保护一个没有战斗能力的食腐长到大。暗影堡垒内的战斗还在继续，每拖延1分，身处内部的同胞就危险1分。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否则王也不会让我来找克莱的军团长。若是因为你们未曾加入战局而延误了战绩，到时候王怪罪下来，会是谁承担最大的责任？会是我吗？不是，因为我已经明确下令，你们不妨好好想想，站在这里。不要耍什么花招！我会站在这里等着你们凯旋而来，即便是有审判庭的人突破到这里，我也不会后退半步。你最好如此，否则我们也将追杀你到时间的尽头。往事理性才能糟蹋3两勇斗勇，但光有理性还不够，力量才是撕破一切规则的根本。可怜的，迟早有一天我会比肩你，然后超越你。
又来一条，靠着这白嫖的10%收益，灾厄积分已经过万了。食腐者的战斗力果然恐怖。林北那边还是没回应，恐怕是遇上麻烦了。等这场仗打完，又要跟克莱恩的那个老狐狸周旋，必须多掌握点信息才行。这不就是我眼前的战场吗？这都是 BOSS， 看着好弱呀，还没旁边那些冒烟的小怪吓人。不能这么说，万一是伪装呢 ？BOSS 不都喜欢搞1阶段、2阶段吗？说不定等下就变身了。楼上说的对啊，你看他那一身血，肯定不简单。兄弟，能不能拍个正脸？以后在战场上遇到了，我们也好绕着走。你们这是想害死我吧？能远远拍到一张就不错了，再靠近点，我小命都没了。糟了，虽然脸看不清，但这身装备，求生者里不可能都是傻子，迟早会有人反应过来。已经有玩家混进了夜眼阵营，到那时这个平台对我就没用了。上面冒黑烟的怪物，我有详细资料，有意者可私聊。原来这就是林北贩卖情报的快乐。哎，兄弟，你也在这个区域吗？要不要组个队，等下一起找机会开溜？你说的区域是哪儿？我可不敢去那种地方。那些怪物的数据是我做支线任务得到的。给你个忠告，要是你的平均属性低于20点，我建议你现在立刻马上离开那里。好，多谢兄弟提醒。说实话，我也不敢再拍了，感觉后背发凉。哎呀，不聊了，我先跑路了，保重。照片的噪点和空间压缩感至少是20倍放大，这家伙离我最多有100米，能在克莱恩的眼皮子底下潜伏到这个距离，他的潜行能力非同小可，估计是跟着审判庭的援军一起触发了奇袭任务。还好，他现在应该已经跑了。等这次战斗结束，这身装备必须换掉，还有我这+6的全套也得暂时收起来，不能再用了。我的食腐者，保护你的那些士兵呢？我认为我没有被保护的必要，所以我让他们参与到战斗中，更快的解决掉眼前的敌人，我们才能去支援阴影堡垒里的同胞。他们违背了我的命令。不，他们遵从的是我的命令，我是他们的食腐长。你这是在逾越我，燕飞尘。军团长，与您对赌时，我就已经押上了我的生命，此刻我依然将它压在胜利的天平上。我相信，将他们派去杀敌，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因为只有当敌人彻底死亡时，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我们必须尽快完成救援，才能回去向王复命。我让他们加入战斗，只是为了加速这个过程。你的决定没有错，但你也确实逾越了。我愿接受任何惩罚。作为惩罚，接下来阴影堡垒内的战斗，你不允许参加，战功记录上不会有你的名字，你明白了吗？感谢您的仁慈，军团长。总算是暂时糊弄过去了。只要克莱恩在战场上找到那几个士兵，他们一定会把我的话原原本本的复述一遍。搬出食腐者之王，虽然冒险，但值得。克莱恩禁止我进入堡垒，名为惩罚，实则是在帮我掩盖身份。等战斗结束，无论我之前是谁，都只会剩下食腐者教廷成员这一个标签。这个从刚才的接触来看，他可不像是个忠心耿耿的下属。要不要试探一下他？不行，太冒险了，一步踏错，万劫不复。才来1天，根本看不懂他，还是先完成他交代的任务吧。奈文国，你的情况看起来有些糟糕。之前的大战还是跟你们你们食腐者真是不懂何为尊重。我们的尊重绝大多数都献给了您，对于其他人需要靠实力的赢取，而你阴亚军显然不在此列。况且，若不是我们抢你的阴影堡垒，恐怕早就落入生者手中。看来你与文渊的沟通被打断，让你元气大伤了。既然这里的问题已经解决，就不再多希望你的堡垒加强戒备。等一下，判庭封锁了外界，你们教廷是如何这条死罪？可以这么明白，只是出于对于邻居的关心吧。阁下不必多想。对了，不知阴影堡垒中除了你们影国，还有没有别的夜眼？怎么，你们食腐者教廷还有除了食腐者之外的夜眼吗？抱歉，是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李子。确实不是阴影堡垒的人，一个身份成谜却能力出众的家伙，只要他能成于忠于我，我倒要看看他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你分析出什么了？军团长，我已经大致推断出审判庭直达阴影堡垒的密道，以及他们的密道据点所在。操作得当，我们可以组织一次反向奇袭，但是这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如果要发动反向奇袭，我们的人手很可能不够。为了拿下阴影堡垒，他们已经派出了上万人。那么，把守后方据点的成员只会更多。
我并不质疑集团军的战斗力，但人数差距实在太大了。他们的人有多少？保守估计至少2万人，最多不会超过3万。回食腐者教廷。既然如此，就用这件事做最后一次试探吧。你知道我们食腐者教廷每个军团里大概有多少人吗？我并不清楚，还请军团长明示。又一次试探，不过这恰好也是我想知道的。我的任务1就看这些信息了。食腐者教廷总共有8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大概有1200名左右的食腐者，这个数字会有浮动，但不会超过100。就比如我麾下的第6集团军，总人数1253名，除了你，其余的都是食腐者。1000多人，这么说，我想完成任务就必须成为军团长，可我根本不是食腐者，这几乎不可能。不过这也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战力再强，人口基数也太低了。好在游戏才刚开始，我还有时间。可莱恩的一句话就能让我当上食腐长，或许他也能帮我成为军团长。军团长此刻告知我这些是何用意？假设你的分析是对的，隐藏要道里的真有2到3万人，这不是一个集团军能解决的。我记得你说过，你不擅长战斗，擅长的是分析、调度、指挥。那么现在我就想知道，你的指挥能力是否和你的分析能力一样出色？军团长，这种玩笑一点也不好笑，这是在拿战士们的生命在开玩笑。之前的战斗我看在眼里，我们的战士最多打出1比105左右的战损比，一个集团军冲进去，那是让他们去送死。你的意思是我必须去和第8集团军合作？安弗里克是什么人？你不是没见过，和他的关系都不太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其实还有别的合作对象。堡垒比起第8集团军，他们才是最合适的目标。作为被审判庭偷袭的目标，堡垒的主人奈文摩尔心中不可能没有怨气。你直呼他的名字，要是让奈文摩尔听到，他会把你的灵魂抽出来当灯芯。说起他，我倒是想起来一件事，我离开堡垒时特意问过他。我问他，阴影堡垒里除了影魔，是否还有其他的夜眼？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吗？食腐者教廷里，难道还有除了食腐者之外的夜眼？你根本就不是阴影堡垒的人。我现在是食腐者教廷的人，军团长。对，你现在是我的人，我看到了你的价值。你是个聪明人，很危险，但是你现在还没有与你的头脑相匹配的力量。还记得我说过要给你取一个名字吗？记得。任务我已经失败了，但你的士兵替你完成了。士兵与将领的荣耀是共同的，没有他们，我也只是一个强壮些的食腐者而已。望尘，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感谢你，我很喜欢。系统提示：支线任务名号已完成，奖励已发放。称号：望尘，特殊称号，不占据称号栏位，自动佩戴。效果：在灾厄游戏中，此称号将自动代替本名。望尘，这是我对你的最后一次试探，只要能打赢这次反突袭，我将彻底接纳，成为我第6集团军真正的一员。已触发支线，近人已强制接取任务信息，帮助食腐者教廷第6集团军夺下天辉坊的隐藏密道据点。任务时限2天，任务奖励1万点军功，军衔提升，戈兰德信任加90，食腐者教廷信任度加20，失败惩罚，军衔军功归0，逐出食腐者教廷之后无法加入任何夜眼阵营。灾厄空间的背书是克莱恩的最后的试探了，只要完成，就能真正成为他们的一员。我必然不会辜负军团长的期待。我可就拭目以待。原来这布条不是装饰，而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可以重复生长。见面时他交给我的布条，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对我防备了一手。这是食腐者在初次击杀敌人后觉醒的天赋。你虽然不是食腐者，但像你这样的在教廷中也极为稀少。我不会嫉妒食腐者有食腐者的天赋，我也有我自己的天赋，只能衡量下限，无法锁定上限。保持你的这种想法，这会是你未来不断进步的基石。先聊到此为止，全军准备，加速！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教廷。军团长，第6军团长已经返回教廷，全员无一阵亡，包括那个跟着克兰德一起出去的外族。是的，他也还活着。我知道了，你出去。一个外族居然能在克兰德手下活着，这只有一种可能，克兰德是何族。克兰德，刚打完一场不痛不痒的救援战，就这么着急带着你的新手下去邀功吗？没错，我们是打算去邀功啊！你要和我们一起吗？克兰德，他是一个外族，那又怎么样？他是王同意才加入我的部队，我第6集团军的人，轮不到你第8集团军来插手。没事就别挡路。我不记得你有跟踪狂的癖好。不，我只是好奇，你这次到底立了多大的功，才这么迫切？放心，我只看不是。王，第6集团军军团长柯兰德要是你。
王天辉的生者找到了一条直达阴影堡垒的隐藏要道，趁奈文摩尔伤势未愈，发动了奇袭。此次奇袭共计13000人，还动用了审判庭的大型战阵法术。若非望尘拼死逃出球员，阴影堡垒已然陷落。在我军支援下，来犯之敌已被尽数击杀，我军无任何伤亡。奈文摩尔如何？战斗中，属下未曾见他与违约进行沟通，他的伤恐怕比我们想的更重。知道了，警察局允许关注刑事详查，不要推推一味者死，无论何时。属下明白，王，本次战斗望尘功不可没。他精准地分析出审判庭援军的数量和路线，让我们成功设伏，大大减轻了战场压力。属下已将他任命为第6集团军师副长。此外，属下还有一事禀告，望尘已经分析出了审判庭那条隐藏要道的具体位置。属下申请第6集团军全军出动，与阴影堡垒联手，反攻要道据点，为我夜眼阵营夺下这座前哨。此事不妥，我们尚且不知道那个据点有多少敌人，这样贸然进攻，很可能会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这一点不用你曼弗里克担心，密道据点内的敌人最多不会超过3万，这一点人数，我第6集团军加上奈文摩尔的隐魔部队，足够将其拿下。3万人，你可真敢说！你第6集团军才1200，就算加上隐魔部队，刚过万。倘若奈文摩尔没有受伤，还是那位隐魔大军，绝不多言。可你刚刚说了什么？难道忘了奈文摩尔身受重伤？在这种情况下，你完全是想让手下的人去送死。王，如果真的要发起奇袭，我申请第8集团军也一起加入。曼弗里克，你不过是害怕我大胜而归，军功盖过你一头罢了。我们每在这里拖延1分钟，都会导致战机延误。况且第6、第8集团军一起出动，诺达克教廷谁来维护？够了，格兰德，我问你如何知道有多少人？王，这一切都来自于我的推算，仅仅是一个下属的推算。你克兰德今天就敢压上整个第6集团军，是否明天就会压上整个食腐者教廷？仅仅只是推断。你凭什么敢？凭借我的一项能力，从这项能力中，我得以推断出很多旁人无法注意到的细节。展示给我看。王，得罪了。力量99，抵达本世界底线。停下吧，我已知晓。好恐怖的压迫感，只看到一项属性，就差点被反噬。这食腐者之王，果然是这个世界的战力天花板。格兰德，第6集团军全军出动。曼弗里克，第8集团军1半人数。此次战役以第6集团军为主导，退下吧。是。这种窥探灵魂的能力，我漫长的生命中从未在任何种族身上见过，烟灰或是夜眼都没有。独眼巨人，我将在不远的将来抵达你们的祭祀场。曼弗里克，还在这里等什么？还不快回去调动你的人？战机可不容赢。克兰德，我听着。对了，我希望20分钟后能在教廷外看到第8集团军的集结，当然只需要1半的人即可。别忘了我们商议的结果，只针对曼弗里克一人。我不希望看到有其他的食腐者出现超出预料的损伤。没想到这个看似反骨仔的家伙，居然对自己的族人这么重视。我明白了。我们先去军需官那里，把你该得的东西拿到手。军需官。该去军工商店了。这次奇袭非同小可，必须把手头这831点军工全部换成即时战力。接下来，该让天辉阵营的那些求生者再当一次超级内鬼。兄弟们，快来剑溪森林，在这驻守1小时就给10军功，比拖马桶任务快多了，爽死！我靠，老哥，细说任务地点。这大概在这儿，找这个审判庭成员就能出发。很好，有了这些内鬼源源不断的提供行动，这次我有把握打出一场史诗级的大捷。我的石府长，你看起来有些愉悦。我只是想到即将到来的胜利，所以有些开心。抱歉让您见笑。是吗？那我会好好期待着带来什么样的表现。这是属于你的那一份。你获得能量结晶小乘10 2000点军功。能量结晶正好用来提升我的近战基础，这2000军功更是例外之喜。连的这个军团长果然是大腿。我先回去整顿军队，希望20分钟后能在营地外看到你的身影。我想要军功换点东西，令牌给我。食腐者的成分蓝色，特殊类装备，耐久度23-120，防御力0，与使用者最大生命值挂钩。需求体力15，力量12，总生命值大于400。食腐者血技能1大击杀目标恢复耐久，满耐久时可恢复生命值。技能2解放，消耗80%耐久产生临时屏障，评分100。兑换需求食腐长军衔1500夜眼军功。评分的蓝色装备还自带2个技能，居然只要1500军功。也对，这是食腐者教廷，本身他们就有更好的护甲，根本就看不上这种残退，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要兑换这个，剩下的军功全部换成能量结晶。
你要这个？一个人类？算了，你也算是教廷的一员。临时经理人已通过军工商店兑换食腐者的残退，能量结晶小乘13。我提醒你，你不是食腐者，很可能无法使用。你是怎么做到的？可能我祖上和食腐者有血缘关系吧。装备食腐者的残退，防御力提升至57点。有了这东西，克莱恩再也别想从我脸上读出任何信息了。现在该让他看看我的表现了。你兑换了这件东西，不奇怪。如果我是你，我也会换。不过你能穿上它，这倒是让我有点意外。你知道你身上的这件残退属于谁吗？只有足够强大的食腐者在更换禅铠时才会形成这种残退。对我们来说，这东西没什么用，就是个纪念品。而且残退会自我消散。你这件是目前保留下来最久远的。现在你可以猜猜看，它到底属于谁？难不成是食腐者之王？看来我的引导很成功，你确实往王的身上想了。听好了，你身上的这件残退来自于曼弗里克。曼弗雷克，第8集团军的军团长，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我宁愿他是食腐者之王。残退的诞生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它的原主人很少见到战，这样禅铠才不会损坏。你身上这件就是曼弗里克去年退下来的。这老狐狸是故意的。曼弗雷克，克莱恩本就不和，我之前用侦察技能已经惹恼过他，现在穿着他的旧衣服去见他，好感度怕是要直接跌成负数了。我的食腐长，你在想什么？只是在想接下来的战斗。哦，不担心曼弗里克的反应吗？我觉得第8集团军的手还伸不到我们第6集团军头上，即便他是军团长。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很适合军团长这个职位。感谢您的称赞，队伍已经集结完毕，我们应该出发了。你没有反驳，王晨，你有一颗不错的野心，归队吧。是。克兰德，你迟到了，这就是你说的不想延误战机。很抱歉，第6集团军很少全员出动，整顿的慢了一些。你嘴皮子再厉害，也掩盖不了你迟到的事实。20分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确实是我延误了战机，我甘愿受到处罚。我自愿舍弃第6集团军在接下来战斗中的主导权，2个军团平等作战。你又在耍什么花招？军令如山，错了就是错了。王晨，把第8集团军也纳入后续的战术规划内。明白。克兰德，我需要一个解释。解释？望尘用自己的军功兑换的残退，还需要我解释什么？这东西可是你自己亲手放进兑换清单的，只要是教廷成员就能换，这一切都只是巧合而已。这最好只是巧合。出发！克兰德，我不记得食腐者教廷什么时候对同胞这么仁慈，是什么让你们去而又返，还多带了一个集团军出来？同为夜宴，我有什么理由对刚刚遭遇袭击的同胞视而不见？说起你那虚假的善意，我了解，有什么话不妨直接说出来，否则阴影堡垒的大门不会为你们而开。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是来谈合作的。食腐者教廷与阴影堡垒的合作，什么合作？我手下的人发现了审判庭用来奇袭你阴影堡垒的密道，你想要永绝后患吗？曼弗里克，等下的交谈中，无论发生什么，我希望你都不要出声，这对我们接下来的商谈会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我真的想撕开你的禅铠，看看你里面到底藏了几颗心眼。我的心眼再多又能如何？这都是为了教廷的利益考虑。如果能让利益最大化，让我们的士兵在战场上减少伤亡，我不介意再多几颗。我倒要看看你能整出多少花样。莱恩是故意的，他知道奈文摩尔一定会好奇我这个非食腐者的存在，也知道以麦弗雷克的性格，一旦发现我并非来自暗影堡垒，很可能会当场发难，破坏谈判。所以他不用命令，而是用教廷和士兵的利益来堵住麦弗雷克的嘴。请看，接下来不要让我失望。你们有对方多少的资料？一条密道不可能没有看守的据点。据点位于间隙森林内，人数大致25000人，可战斗的审判庭成员2万，一共16座哨塔，3座战争防御机。这位是？他叫望尘，只是我手下的一名食腐长而已。这位望尘好像不是一位食腐长。那又如何？他也是一位夜宴。看呐，老高，你手下说的是真的，我可以接受这次合作。
他说的太真了，真实到像是捏造出来的。我们的王也提出过和你类似的问题，但是在望尘展示过自己的能力之后，王同意了我们的这次行动，不然药廷不会一次性出动2支驻守军团，还需要更多的证明嘛。阴影大军，既然有食腐者之王作为保证，我不会再多说了。但是阴影堡垒晋升不到1万多，就算加上你们，也才1万出，对面可是有2万人。影父或是谍影，您可以选择一个。影父、谍影，格兰德警告过我，不要用侦察技能去看影魔，这就是影魔的能力吗？特兰德，我这是在找死！你表现的太激动了，在你诞生之前，你们影魔早已是辅助性质的夜影。倘若你依旧能沟通魂渊，我万不敢在你面前提起这2个字。但是现在不同了，你身受重创，无法沟通魂渊。审判庭甚至只用7000人就敢来冲你的老巢，5000人正面作战，2000人还能分出去清剿你的援军。你的堡垒里有多少影魔？2万还是3万？如此巨大的人数差距，你们依旧岌岌可危。奈文摩尔，你必须承认影魔的现状。奈文摩尔，现在的你已经没有以往的威慑力。我和曼弗里克任意一人就能拖住，2人联手甚至能杀了你。我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不如我们干掉，用阴影堡垒做诱饵，分批吃掉审判庭的人。反正你们迟早要为他们残尸殆尽，不如成全我们。之后我会在报告里好好赞扬你们的贡献。谍影不是影父，选择吧，阴影大军。我死！对于刚刚的逼迫，我深感抱歉。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合作，后续的联合内容将由我的部下望尘代为沟通。这个老归根到底还是实力说话。若非奈文摩尔重伤，莱恩绝不敢如此。阴影大军，让我们来商谈后续的作战细节吧。卫队，等下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反抗。原来是这样，让影魔给其他人当防弹衣，难怪奈文摩尔反应这么大。影父加上黑夜赐福，我的属性直接翻了几倍，恐怕现在没人比我更高了。格兰德给我这样的优待，只说明一件事：接下来的战斗会异常激烈和危险。那条所谓的密道，就在这片破水塘里，是不是一探便知？你们叫去探查。把密道设在这里，审判庭的人倒是聪明。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军团长，下面确实存在一条密道，我们在入口附近感受到了天辉法术的能量波动，所以没有太过深入。我明白了，卫队吧，在你推翻那些石像鬼之前，这片湖曾经也是有驻军的。在奈文摩尔成为阴影大后，影魔一族能对石像鬼长达100年的殖民地，因为国力强烈，本质是从未经的。他们作为载体对，只为给主人。李渊，我足以兴奋这一切的力量，献尽所有。脸上有什么东西吗？需要你这样看着我？不，我只想请你入水，亲自查看一下那道符。若上面带着任何触发警报的装置，所有人都到不了对方的军。等下突进，你是选择和我一同在前，还是殿后？我还以为你早就忘了怎么在军阵前方冲锋。和边走，格兰德的人数更多，这意味着他的战损比只会比曼弗瑞克更大。他愿意和我合谋坑害曼弗瑞克的人，却又不愿意加害对方的队伍，真是个矛盾的家伙。不过他们关系越差，对我越有利。法术已经破解，可以进了。出发！
没有大多少，看来前面的岗上已经被克莱恩他们无声无息的解决了，除了这滩血迹，什么都没留下。有2位军团长和1位阴影大军开路，这些普通守卫确实不够看。按地图来看，现在差不多走到一半，那些好忽悠的求生者可不能就这么死光，不然以后我上门找内为了可持续性竭泽而渔，是时候再次通告所有来到间隙森林据点的求生者，我从某位审判庭高层那里挖到了一条秘密消息，营地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一场大战，作战的对象为夜眼方食腐者军团，若想活命，速速离开。反正本人已经先走一步了。我操！陈哥的消息，夜眼要打过来了。谢谢陈哥，我马上跑。可是我任务还没做完啊，现在走要被惩罚的。这不会是烟雾弹吧？我们刚来就说要打仗，我看他是怕我们抢了他的好处。楼上的有病，陈哥什么时候骗过我们？你不信就留下来等死。不好，加快速度了，难道是被发现了？这一下屏幕就损失了1000以上的生命值，要是完整的打在身上，再来2下，这仗就没法打了。是晨曦之力，夫人撑不了几次。休想！这边是说真的，快跑！支线任务：坚守强制接取任务信息，坚守阵地，击退袭击的夜眼之团。任务奖励2000点职工，失败惩罚死亡，离开间隙森林据点范围，视为任务失败。跑不了了，你失败。失败？怎么会？逃兵的下场只有死亡。高级战力持平，让我们基础战力属性是对方3倍，不是战争，是屠杀。偶尔压制的神奇战力，尽快一次次实现。不够了，该死，杀戮欲望压制不住了。怪物，不能！系统技能3：感染。击杀生物单位之后，可消耗一定生命值对目标进行感染。受到感染的生物将失去自我意识。目前最大感染上限10，已感染人数1。快，上3副，准备止血和清创。怎么回事？伤口上的血已经凝结了，是中毒了吗？没见过这种毒素。接触技能3：感染。目前最大感染上限10，已感染人数10，感染人数这是什么？丧尸吗？是副长，是他干的。必须把这个情报告诉其他人，这是我最后能做的了。警告：间隙森林出现新型怪物，被这名红色食腐者击杀后，会变成类似丧尸的生物，请各位务必注意。我操，真的假的？这不就是生化危机吗？等等，这个体型，这个轮廓，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我想起来了，之前有人发过他的截图，当时还有人嘲笑他弱不禁风，不如旁边的小兵。现在我真不好说了。发帖的兄弟，定位是间隙森林，兄弟保重，你的遗志我们会继承的。啊！望尘大佬早就警告过，间隙森林会被夜眼袭击。当初那些阴谋论的键盘侠呢，出来给大佬和这位兄弟道个歉啊！回旋镖扎自己身上，爽不爽？报告长官，全境损失已达5000，并且数字还在不断扩大，部分医疗营也快沦陷了，我们没法分辨哪些是伤员，却是那些复活的怪物。敌人的损失如何？食腐者的损失。外面正在死人，每1秒钟都在死人。如果你不能把准确的情报告诉我，我怎么制定战术？不管战损比有多难看，你都必须用最大的声音喊出来！现在，立刻，马上！食腐者目前损失3人。三人？怎么可能？3病5千。我们根本打不穿他们的防御。不可能，就算食腐者肉体强悍，我们的晨曦之力也能造成有效杀伤。正常的战损比应该在1比100左右。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是阴阳外瓦摩尔的领域压制了晨曦之力，让我们的远程打击十不存一。而那些食腐者身上附着的黑色能量，是阴阴堡垒的隐魔。我们的攻击都被那些隐魔的屏障挡下了。食腐者击杀单位的隐
放不上，这些治疗量被转移到了影魔身上。我们打这个屏障，他们立刻杀人回马，这根本就是永动护盾，该死！地牢营的混乱是因为那个会感染的怪物，伤员和感染者混在一起，从内部瓦解了我们的后勤。再加上克兰德和曼弗里克2位大审判长，仍在和对方首领的战斗中有意无意的避开陷阱，甚至拆了我们的传讯塔。内鬼还是被策反了，传我命令，准备撤退。长官，是那条密道，密道没了可以再找，人死光了就什么都没了。立刻转移所有重要资料和核心设备，其余的抓带走的就地焚毁，绝不能给夜眼留下任何东西。是。去成长，乱得一塌糊涂。顶住！往后撤！这些怪物跟疯了一样。不用再死了。燕飞尘，你的记性最好别出差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会知道陷阱的位置？有内鬼，一定有内鬼。不对，所有审判庭成员体内都有珍稀之种，一旦接触暗影之力，就会自爆。背叛者根本不可能存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斥候明明监视了整个据点。该死！叶飞尘给的地图上，这里明明是安全区，是克兰德那个混蛋故意坑我，还是说这个陷阱是后来才布置的？疯子，你这么攻击下来，你也会死！我的死不能换掉一名食腐者军团长，是天辉的荣耀！不要犹豫，朝着我的方向攻击！为了晨曦，克兰德，救我！糟了，弗里克可以死，但绝不能死在这里。一旦他被击杀，敌人士气回升，就前功尽弃了。你的对手是我，想走，恐怕你得先问问我。你在找死！奈文摩尔，救下曼弗里克，他不能死！只要曼弗里克一死，克兰德就失去了武力上的最大依仗。我正好可以收回影魔。食腐者和影魔的组合太危险了，不能让石像馆的悲剧重演。食腐者之王，那是我全盛时期也不想面对的存在。奈文摩尔，我会将这场七夕的所有细节如实上报，你最好想清楚不出手的后果。该死，我别无选择。结束了，曼弗里克被净化了，大审判长赢了。干掉了食腐者的军团长。该死！奈文摩尔那个混蛋，居然用这种方式救我！说不是他最后关头把我塞进这个疯子的身体里当盾牌，我真的就死了。一群蝼蚁！他还没死，准备攻击，为大审判长报仇！阿去！不要停留，还是快，不能让大审判长的技能白费。只有庆幸，这是大审判长的头，人死结束了。可怜的他这是在干什么？测试我？没有反应了，看来你已经恢复清醒了，我的食腐长。军团长，我做了什么吗？我不记得了。战斗开始之后，我的记忆就断了。不记得了？看看那边，那些都是你创造出来的，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感染者，跟我上一次在灾厄游戏里遭遇的一样，是在我失去意识的时候，无意识的用出了感染这个血统技能。失去意识的你，对天辉的生产异常的感兴趣。不过不是我拦着你，你或许现在还在追击审判庭的路上。但你不知道，我和奈文摩尔联手解决了另一个老家伙。回来清理战场时，又发现了你的这些你的作品。我在他们身上闻到了和你相同的味道。我发现，只要将这个东西移动到你的面前，你就会体内做出很有的动作。所以我在看到你对他失去反应以后，判断出你已经恢复了意识。我竟然……据点已经被我们拿下，这场战斗你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不过在那之前，还有2件事情需要做。王晨，欢迎加入食腐者教廷第6集团军，你现在的职位是百夫长。已完成支线任务。信任奖励已发放，目前军衔百夫长，已有军功10623-1万。目前柯兰德信任度90点，食腐者教廷信任度30点。军功已出了，但并未自动晋升。看来依靠军功最多只能到百夫长。不过这次收获巨大，上万点灾厄积分，几10个白色宝箱，还有绿色宝箱。百夫长，别分心，我说过还有2件事要做。灾厄空间已经把我的带好了，可怜的对我的信任度也到了90点，应该不会再有事的。但他是因为我展现出了能力才信任我，还是因为某种未知的力量操控了他？这是你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
我需要做什么？他是你的手下成员之一，为了保护你而死，你需要做的就是送他最后一程。食腐者为战而生，但最终归宿逝者于天地，这是我们的习俗。他是最后一个还未被送走的弟兄。我需要怎么做？用我给你的那枚仪式器具刺入他的遗骸。我明白了，为了保护我而死，我当时失去了意识，无从判断真假。不过此刻这都不重要。虽然听不懂歌谣的意思，但我能理解其中的情绪。这不是送别的哀歌，更像是士兵奔赴战场的入阵曲。你失去理智的时候，面对逃亡的审判庭成员，仍旧不停地追杀，即使面对陷阱，也未曾停下。是他救了你的命，望尘，你需要好好的控制身体的本能，否则的话，你永远无法触碰庞大的战场。我们虽然得到了胜利，但接下来必将遭受审判庭的持续进攻。这样一条密道，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做好准备。我明白。哎，对了，你觉得被引附的感觉如何？很好，如果可以的话。还不是时候，等下去找奈温摩尔，他在第4军帐，他现在很着急分离出他的那些手下。检测到血统活性已达到饱和，可吸收与自身所持有的血统类似的生物或血统。吸收后，临时清理人将解锁自身血统的技能4。注意，所吸收目标的强弱将直接决定技能4的上下限，并且吸收的目标必须由临时清理人所击杀。血统可以成长了。血统技能1混合体，血统技能2变异身躯，血统技能3感染，血统技能4战基础。感染技能也子类感染人数，这是血统饱和后演变出的，还是本身就自带的隐藏功能？如果这个子类感染人数没有上限，那操作空间就太大了。不过现在心思全放在了血统技能4上，我需要一个强大的目标来激活它。食腐者，没有比他们更好的选择，而且目标也不是什么低阶食腐者士兵，而是第8集团军的军团长 Mavlik。他除了魅力外，人均40点的全属性，一定能极大扩展血统技能4的下限与上限。如果我胆子再大一点的话，食腐者教廷还有一位晨曦世界天花板级战力的食腐者在等着我。不行，击杀食腐者之王这种行法，也就是想想而已，真去做了，就得先自己。不过在去吸收掉一名食腐者之前，我要先做一个尝试。我的基础实力之一堪比一名普通士兵，再加上所谓影魔的加成，这近6000点的护盾确实可观，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莱文摩尔很快就要来分离这些影魔，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必须在他们离开前测试我的血统技能。一个完美的借口已经想好了。战斗中护盾就已濒临破碎，在赶路的途中发生一点意外，合情合理。Land 说 Mavlik 受了伤，不知道他会不会怀疑到我的头上。不过没关系，我的嫌疑很快就会洗清了。克兰德、望尘都是拖延大审判长，为什么偏偏是我踩中陷阱？望尘明明说过那条路是安全的，他们一定是合伙算计。这个感觉是晨曦之力，和那个陷阱一模一样。克兰德，发生什么了？说，怎么回事？军团长大人，望尘百夫长在前往第4军帐的路上，不小心触发了审判庭这陷阱，现在生死未卜。他也触发了陷阱？难道我真的错过他们了？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行了，这里没有别人。别装了，还是瞒不过军团长大人。这点拙劣的演技，在您面前实在班门弄斧了。那个陷阱的位置，比我心知肚明。你是故意的，给我一个理由。属下只是为了打消Mavlik军团长的疑虑。当然，打消他的疑虑只是顺带，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成功击杀了衣服的影魔，随时可以吸收一个强大的目标，来激活我的第4技能。他一个重生人，一律都算想不起什么。另外，你身上的影魔都死了，莱文摩尔下就会过来，你自己想好怎么跟他解释。多谢军团长提醒，属下明白。克兰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刚刚触发陷阱的是他，现实不就已经展现在你的眼前？望尘在我身边停留了很长时间，我非常看重他。倘若我们真的知道哪里存在陷阱，我会眼睁睁地看着他踏入其中。为什么就不能是你故意触发陷阱，用来降低我们的警戒？
他真的伤得有那么严重？你不妨可以上前去观察一下望尘的情况。我希望你的观察会温和一些。望尘现在的情况十分糟糕，我不想看到他因为你的观察出现任何意外。就像你关心手下的影魔一样，我也关注第6集团军的每一位下属。如果意外发生，那就代表着阴影堡垒和食腐者教廷正式开战。他不是食腐者，他是食腐者教廷的一员，我第6集团军的一员。我想我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你注意。居然他们处于重伤状态，而且体内还存着大量的晨曦之力。现在你相信了？这怎么可能？他的能力不是有食腐者之王作为保证吗？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之前曼族立刻遭到陷阱，就是最好的证明。况且能够窥探王那个级别的能力，你觉得能时刻开启吗？你的魂渊是很强大，但你能做到随时沟通？难道他触发陷阱真的只是个意外？结果已经摆在你面前了，信与不信只在你。现在，请你离开。感谢您的救世，军团长。这本就是你应得的。奈文摩尔的疑虑基本打消了，好好休养。我期待着你为教廷带来更多的价值。你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军团长大人，克兰德军团长和奈文摩尔都没有掩盖声音，军帐外的不少人都听到了。我明白了，你下去吧。意外吗？你也有今天，克兰德。这种情况我们都不想看到，曼弗里克。不去关心你那个宝贝部下，来我这里做什么？我来找你要一样东西，望尘触动的陷阱和你遭遇的是同一种，我需要你用来化解伤势的药剂。没想到你克兰德也有今天，我要是不给，那就当我没来过。等等，药剂可以给你，但我需要你付出一点代价。什么代价？把那个叫望尘的外毒划到我第8集团军的名下。我同意，把药拿来。你说什么？他怎么可能同意？如此刻薄你的叶飞尘，怎么会轻易把他救出？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我只是不想看到优秀成员殒命。望尘能力优秀，假以时日必能超过我。交给你有个要求，说他在我第6集团军是什么职位，到了你第8集团军依旧是什么职位。他需要历练成长。曼弗里克，他的价值比凌驾普通士兵。是这个，就这样送给我？克兰德，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奈文摩尔等下过来，你觉得你现在的状态能骗过他吗？还请军团长教我。你自称被审判庭陷阱重伤，可体内没有任何晨曦之力残留，这正常吗？我本身不受晨曦之力影响，体内自然无残留。克莱恩就是凭这一点看穿我在中原。你现在需要一些能让体内出现晨曦之力的东西。居然有这个，而且还能徒手拿着它！我终于可以确定你的体内没有暗夜之力。所有夜眼阵营的体内都具有暗夜之力，就像天辉的左狗都会用晨曦之力一样。你没有暗夜之力，才能让你我想知道究竟该怎么做才能骗过奈文摩尔和银分忧。很简单，将这瓶晨曦之露和我给你的东西一起服下，喝下。接下来你可能会有其他的任务，我会提前支付你一些报酬，希望不要让我失望。真是让军团长掉钱。从今日起，你不再是第6集团军的一员，你明白了吗？军团长，我才加入教廷不过2天，是您看中我的能力，不在乎我的出身，我才能。我实在是收住你的情绪。战士不应当在这种场合落泪，一样都不是短视之人，他必然也会像我看中你那样，对你委以重任。
真是一段感人肺腑的表演，你觉得呢？曼弗里克，这个叫望尘的家伙，为什么居然还敢让他进来？在我看来，你这可是一步昏招。然后呢？倘若不把他们两个分开，未来这教廷面前会出现至少2个克兰德。可以想象一下，那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这很难解决吗？你只需要把那个望尘给杀了就行。怎么？你曼弗里克居然连下手的勇气都没有？要不要帮你代劳？你知道，未来出现2个克兰德，对我而言或许棘手，但对于整个食腐者教廷来说却是绝对的好事。你在这絮絮叨叨，本质上不就是想削弱我们教廷的内部力量？你觉得我会让你得偿所愿？仅凭你一个人强势的阴影堡垒，跟你大军屁用！克兰德，按照约定，我亲自来接纳我第8集团军的百夫长德。王晨，这段时间你的表现我看在眼里，你的才华不会被埋没。克兰德让你做上这个，但我第8集团军会让你彻底展现自己的价值。跟着曼弗里克，我干，明白吗？我明白了，军团长。你现在的军团长已经服侍了，希望你能尽快纠正自己。好了，我们走吧。军团长，这是要我们第8集团军即将离开这个区域，之后也会由第6集团军驻守。奈文摩尔的影魔军团，等下会和我们一起离开。这是克兰德与我与奈文摩尔不同相异的地方。审判庭必然会组织反攻，在第8集团军和影魔军团都撤退的情况下，仅凭第6军团很难守住此局。你的判断没错，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之前的战斗让我伤得不轻，需要恢复。好了，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下次有时间时，我看。就是处理，这和我证明我，也许吧。但那一天可能是在克莱姆斯，绝不会是现在。想靠这种方式压制我，太天真了。我展现价值的方式可不一定需要通过你。F. Lake， 任务失败还有5天，我只需要一个机会，一个能越过你，直接觐见食腐者之王的机会。我在联络平台的声望已经打了出去，这场游戏里的聪明人应该很快就能主动找上门来了。又来了，奈文摩尔，你的手段未免也太无趣了些。为什么我的魂元诅咒对他居然毫无作用？难道是因为我还没有彻底和魂元恢复沟通？不可能！就算如此，对付一个新生夜眼，也该绰绰有余。我就不信了！问题都有，返回营地。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离开。诺。我要见王。军团长，王不在教廷。什么？你说王不在？这怎么可能？王已经有10年没离开过教廷了。王没有留下任何话语。王有说过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吗？没有。到底是什么事能让王亲自离开教廷？难道这审判庭最古老的那位圣者出现在了最前线？只有这种级别的角色才知道王出手。看来大战将至，我必须尽快调养伤势。欢迎你的到来。为我占卜一位夜眼，背后的独眼巨人尔卡是那几位运营齐名的存在吗？或
是一位新生的夜夜，他的诞生最多不会超过1天，在此之前，他甚至没有名字。他存在是特殊之处，他的气味非常驳杂，不同所有夜夜的组合，并且还拥有和独眼巨人类似的能力。他的能力甚至能够看透我的深浅，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便是我前来这里的原因。我需要你对他进行占卜，占卜他的过去还有未来。这次的占卜，无论失败还是成功，师傅小婷都将欠你一个承诺。我明白了，不知占卜对象的名字是？桑。独眼巨人的占卜开始。双目祭品，让我看看你的过去。有趣，居然能顺着那小子的联系找到我，这个感觉是魂渊。可惜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灾厄空间会自行屏蔽这种窥探，就顺手帮你吧，遮掩的更彻底些，就当卖你个人情。等等，魂月的标记居然落在了那小子身上，嘿嘿，真好，一并抹除。我的投资才刚开始，可不能这么快就亏本。说什么？看他很关键，说下去。不然他在中心环绕的夜幕中降临，只过去了10分钟。他和所有夜魇都有联系，却永远都与他就是黑夜的化身。我看到他走向晨曦的光辉，而黑夜紧随其后，他被晨曦淹没。又从黑夜中重生，我看到他击碎了那虚伪的光辉，踏碎了审判庭的信仰，让黑夜彻底笼罩了这片大地。弑父者救亡，你必须在他成长起来之前，生命为代价。化身究竟是什么？王，这便是我们在间隙森林据点的全部战果。克兰德所部奇袭得手，望臣鞠躬致吻。我已知晓，跪下来。是。回去好好养伤。另外，让望尘来见我，他一人来即可。属下明白。望尘，王要见你。王要见我？现在，立刻！而且只让你一个人去。一个人？这个时候见我？糟了，难道是奇袭的事出了什么岔子？我明白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王，下去吧，记得去军需官那里领取你的酬劳。是。这股气味和石副者褪去长铠前的一模一样。我上次见他时，绝没有这种味道。他从幼年到如今，过去了10分钟，成长速度确实匪夷所思。传代石副者残退，拥有不朽一族的能力，能被影魔附身，与天辉生者一种。
倘若你真的被晨曦吞噬，那戈尔卡的占卜自彻底应验。让我看看究竟能做到哪一步。师傅指我帮你想干什么？只是为了观察我，试探。可怜的对我完全信任 ，Netflix 虽然有戒心，但以他的性格，不至于去王面前打我的小报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想不透，不想了，走一步算一步。在这种地方想的太多，死得更快。小子，我记得几个小时前见你，你还是第6集团军的一个师府长吧？出了点意外，换了军团，也挣了点军务。看来你小子很受看重。当初带你来的是克兰德，这么说，曼弗里克要吃亏了。您说笑了，我现在是第8集团军的人。真的吗？算了算了，不问。你不是食腐者，却能爬这么快，肯定有你的门道。我一个退休老头子管不了这些。喏，这兑换清单，你现在是百夫长了，以后的东西多了不少。你看要什么自己填。这老头绝对不是个简单的军需官，怕不是个扫地僧一样的隐藏高手。1万多军功，这次能换不少好东西了。这东西能让我看看吗？哦，你要这个？行，我先拿给你看看，再给你说道这玩意儿的历史。大军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一个 Nevermore 有这种级别的称呼，一个和全盛时期的影魔同级别的血魔，居然被食腐者教廷给干掉了。脊椎骨还放在这当军功卖，风险越高，收益越高。虽然每一步都走得惊心动魄，但得到的好处也是实打实的。只要能活着离开，我就能回去完成我渴望已久的复仇。东西来了。这宝贝当年可是费了我老大劲儿才弄到手的，在我这儿都放了上百年了。是装备，那就没办法激活我的血统技能了，而且还需要返回灾厄空间鉴定。现在换了就是白白浪费8000军功，但这东西的价值毋庸置疑，整个军工商店没有比它更珍贵的了。先留着军功，等时机成熟再来换。前辈，这东西太过贵重，我再考虑考虑。我先兑20枚能量结晶。啊，可惜了，还以为今天能把这老古董送出去。喏，这东西拿了，赶紧走吧。Maverick 一定在监视我，现在暴露储存空间的能力不是明智之举。军团长，王和你说了什么？王只是让我去军需官那里领取我的酬劳，除此之外没有多说什么。他确实去了军需官那里。王，我在食腐者教廷发现了高价值支线任务奖励物品。我操，望城大神牛逼啊！这些东西属性也太强了。有了这些，我们这些低属性的求生者终于有希望了。跪求大神分享任务地点。希望，我给你们希望，你们才会心甘情愿为我所用，领导他们易如反掌。现在只需要等待一个有能力的团队执行计划。计划关键是为 Maverick 选完美目的，要离食腐者教堂够远，避开其他夜眼商战。最重要的是，附近必须有个天辉前哨宝充当凶手。望尘大神，你好，不知道你手中有没有多余的道具可以出售给我们？我们看来不是独行侠，是小队的队长，还是被推到台前的傀儡。你们队伍有多少人？你在队伍里说话分量足够吗？这点请放心，我是我们小队的队长。对了，望尘大神认识林北吗？他现在也暂时在我的队伍里。林北，那个卖我地图的家伙，挺有意思。你让他发送91004885这串数字过来，我才会相信你说的话。不知道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交易了吗？你们小队有多少人？另外，晨曦之路3000灾厄积分一瓶。我们小队有6人，大佬手里的道具有多少，我们就要多少，无需担心灾厄积分的问题。我怕你们钱不够。看来望尘大佬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上不少。不知大佬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的小队？这是我们用来购买道具的灾厄积分。不必了，我比较擅长一个人行动，东西太多，10分钟以后发给你。有实力，有财力，还收编了林北。何清柔，你和你背后的队伍就是我一直在等的棋子，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了。喂，那个叫望尘的，赶紧把你手头的东西，还有你找到的各种支线交出来，否则的话，白痴，傻逼。风险即是收益，那些着急离开的人永远不懂这个道理。看吧，好好看，把你们看到的都报告给 Maverick， 我为他准备的死亡舞台需要你们这些忠实的观众。望尘大神，你的那些道具太有用了，我们小队刚刚完成了一个奖励丰厚的支线任务，真的不知该如何感谢你。感谢？不，你只是想从我这里得到更多。说完了，那就继续合作吧。太好了，大神果然爽快。但在那之前，帮我办件事。看到这个人的尸体，就是我们合作的开始。
半个小时，在300多名求生者里精准找到目标并解决，这个小队有点意思。希望我们未来合作愉快。一定。那么，关于我们接下来的行动，大使有什么指示？终于进入正题了，说说你的计划。我们湖光岭最近准备伏击地穴领主位于地下的层元王座，我是这次行动的审判官之一，可以指挥一支4000人的审判庭军队。湖光岭和层元王座中间隔着2个天灾军团的领地，长途奔袭去伏击不合常理，距离太远了，袭击轮不到你们湖光岭。大神果然慧眼如炬，正常来说确实如此。但我们最近得到了一件秘宝，那东西是层元王座之主阿努巴拉克最需要的东西，他一定会倾巢而出，自投罗网。那东西是你通过我给信息的那个支线任务拿到的吧？只是巧合。当然，若没有大神，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完成任务。所以需要我在这场伏击中充当什么角色？我需要望尘大神你发挥一下自己的号召力，尽可能的将那些还在犹豫的求生者们都召集到我们这场盛大的狩猎里来。望尘大神，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需要你的影响力。我估计现在求生者手里少说也有100多瓶晨曦之路了，这个数量就算是对曼弗里克那种级别的议员，也足够让他喝一壶的。终于说到正题了，利用求生者当炮灰，你有点意思。我希望望尘大神能在聊天平台号召一下，让求生者们都汇集到湖光岭，我会把他们编入我指挥的军团。事成之后，除了大神你自己得到的收益，我们小队会额外支付这次伏击总收益的40%作为酬劳。这是伏击地点的坐标，大神觉得怎么样？好大的收益！仅仅是发一句话就能拿4成收益，这生意谁会去做？可惜我想要可不止一个地穴领主。你们对这次伏击有多少把握？审判庭有绝对的把握，将层元之主阿努巴拉克永远留在那儿。那如果再加上一支食腐者军团呢？我们伏击的位置离食腐者战线很远，他们来不了。周边的天灾军团，我们也有办法拦截。大神不必担心。我指的可不是前线的那些杂兵，而是食腐者教廷的嫡系。大神不愧是大神，果然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内幕。可真是这样，我们的福气我有一个建议，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请讲。改变伏击地点，把目标从层元领主阿努巴拉克换成食腐者教廷第8集团军的军团长曼弗里克，比起前者，他更容易上。这个恐怕是望尘大神你的任务目标吧？不错，他确实和我的任务息息相关。给我一些时间。百夫长，这么晚了，这是要去哪里？3天都没动静，我一出门就堵上来，真是条好狗。我们马上就要进行集训了，你可不能缺席。事出紧急，我要去见王。你可以先把消息告诉我，我来判断事情的严重性。我看到了层元之主阿努巴拉克的陨落，这是天灾军团领主的陨落，必须立刻禀报王。军团长，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什么？我得到的消息，阿努巴拉克依旧好好的待在他的曾用。百夫长，你是不是看错了？但我确实看到了，军团长大人，我看到层元之主因为某样东西而离开了他的王座，最终他陨落在了晨曦的光辉之下。某样东西，你说说看，那些东西长什么样？那是一件大概有80厘米高、紫绿相间，并不镶嵌着一枚浅蓝色结晶的蛋形物体，它好像叫做岩结绵卵。岩结绵卵，描述和名字都对上。那东西能让地穴领主进入发情期，他们已经几十年没有展演过。如果真的出现，阿努巴拉克确实会不顾一切的离开我。报告军团长，层元之主阿努巴拉克亲自率队离开了层元王座。就全乱了！葛秋柔那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没来得及在平台号召人手。你跟我来，必须马上联系葛秋柔问个清楚。不行，审判庭行动的这么突然，很可能是临时决定。我现在去质问，只会暴露我与他们有联系。葛秋柔的能力不低，万一被他察觉到端倪，我的身份就危险了。到时候平台里的消息真假都难辨。王，军情典籍，属下曼弗里克与百夫长望尘求见。王，望尘的能力预见了一幕景象，他看到层元之主阿努巴拉克因某样事物离开王座，便最终陨落于光辉之中。阿努巴拉克的动向我已知晓，他确实离开了自己的领地，但去向依旧不明。天辉湖光岭东南方80公里外的沙漠区域，他们的目标必是那里。以他所说的地点为终点，反推层元之主的行进路线，进行预测。是。报告王，根据推演，地穴领主最终抵达该区域的可能性极高。要是你用那种能力得到的预言，是，但这种预言需要付出代价和时间。
你能保证这套预言的准确性吗？要知道，夜眼之中最擅长占卜的独眼巨人，也不敢说他的每条预言必然成真。还要亲眼见证。我可以再次动用能力进行确认，只是我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作为代价支付的东西了。你需要什么？能量结晶。不高。已获得能量结晶中成一。终极能量结晶，蕴含的能量至少是小型的50倍，他竟然随手就拿出来了，足够了。大神，我把你说的严节年冷汇报上去，上面认为击杀一位地穴领主比对付一个军团长更重要，决定提前开启计划。你们算过地穴领主和你们抵达的时间吗？计划提前，地穴领主会在16小时内抵达。湖光岭周围的军团已经开始向梦魇堡垒移动，准备支援拦截。太突然了，我根本来不及赶到湖光岭。我麾下的军团也已出发，所以你也不用再发那条消息了。希望我们未来还有合作的机会。居然是因为我太着急了。我事已至此，也未必没有转机。望尘看到了什么？我留下的印记消失了，即便是审判庭的圣者想要抹除，也要费一番功夫。他一个如此弱小的人类，居然在瞬间就做到了，这绝不是他自身的力量。我看到了，天会出动军团，拦截了前去支援地穴领主的夜眼部队。我看到了圣者出现在埋伏的地点，他们击杀了阿努巴拉克。我看到地穴领主这一夜眼种族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湖光岭80公里外的沙丘将在16个小时之后成为层原领主阿努巴拉克的埋骨地。那地方离教廷可不近，即便是强行军也需要8个小时，他们怎么可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可真是天助我也！石府之王奔赴前线，就算我暗中干掉曼弗瑞克，他也来不及第一时间质问我。但唯一的问题是，倘若他不在，我也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成为军团长。召回第6集团军，在我离开之后，格兰德临时担任最高指挥。第8集团军准备强行军奔赴湖光岭救援地穴领主。记住，救援以食腐者自身的安全为最优先考虑。真的？太好了！如果是他的话，确实能够直接将我抬到军团长的位置上。走，返回驻地。出发，全速奔赴湖光岭。你们几个给我盯紧那个望尘，要是他做出了什么出格的举动，不用报告，我在第一时间将他拿下。是，团长。这家伙虽然厉害，但我总觉得不对劲。这次救援行动，他一定会成为极大的变数。还是没有任何发现。没有，我已经把周围都跑遍了，别说弑俘者了，连个鸡毛都没看到。再说，林北的小型无人机不是在天上飞着吗？你们完全可以从监控里看到我的情况，干嘛还要通过联络平台沟通？一码归一码，林北只是暂时和我们合作而已，不能彻底相信他。哎，你们这些玩心眼的累不累嘛？大家伙合力共进多好。算了，这方面我也不擅长，交给你想就好了。挂了，我继续在周围逛几圈。真是奇了怪了，望尘大神明明说了会有石斧者过来，结果我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看到。第一次发言给出了食腐者的具体数据，第2次告知了间隙森林内的隐藏据点，第3次预警森林会被食腐者进攻，第4次展示出一大堆天辉特殊道具。他的每一次发言都掀起滔天巨浪，几乎可以说是提前知道了所有剧本，包括这次就连是谁率队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这太不合理了。这是他的能力，还是说他已经经历过这一次的灾厄游戏，像是重生小说里一样？不对，灾厄空间必然不会让其钻这种漏洞。那么他究竟是怎么知道的这一切？或许……望尘大佬，我想知道你口中的那支由曼弗里克率队的食腐者军团，大概还有多久抵达？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还没有恢复。那次的发言是一次试探，如果望尘真的能给出精确到小时的时间，那就基本可以确定他本人就在曼弗里克的部队附近，时时跟踪。他之前的几次发言全都和食腐者有关，很可能是有什么特殊任务，让他必须徘徊在食腐者领地。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么多的一手资料，加入敌对阵营，不可能。灾厄空间明确表示过，所有求生者的初始阵营都是天魂，阵营更替这种大事可能不进行全区通报。血统
这种情报太过稀有，我或许是想多了。无论如何，这个望尘的情报来源是这次战役的关键。强行晶对体力的消耗太大了，我的身体属性快要到极限了。给我盯紧那个望尘，只要他做出任何的举动，不用报告，立刻将他拿下。啥是楚歌？这个词可太熟了。就算我是体力不支掉队，他们也能当成是我在搞小动作。比起克莱恩的那种自负的老狐狸，艾弗瑞克这种有点脑子、有疑心重的脑子，反而更难对付。克莱恩总觉得一切尽在掌握，给了我操作空间。而艾弗瑞克他没自信看穿我，所以选择最直接的办法，在我有任何异动之前就先把我按死。原地休整1个小时。艾弗瑞克的狗明面上就这么多，暗地里还不知道有多少。不过只要我不乱动，他们也不敢随意拿我怎么样。百夫长的头衔还是有点用。望尘大佬，我想知道你口中的那支由曼弗里克率队的食腐者军团，大概还有多久抵达？直接说出精确时间不行，太详细的情报反而会引起怀疑，并不能确定。我只知道他们在5个小时前就已经离开了食腐者教廷。有事？借个后背靠一下，百夫长大人不会介意吧？克莱恩的人，果然，18集团军里要是没他的内鬼，那才叫奇怪。不介意，你随意。不过，正合我意。这次救援战是我解决掉 Maverick 的最后机会。一旦食腐者之王离开教廷，战局彻底铺开，就算我再拿到什么情报，疑心种到骨子里的 Maverick 也绝不会再采纳我的任何建议。这个机遇必须抓住，否则就得去对面那个未知的血腥地堡了。我并不知晓他们多久才会抵达，我只知道他们在5小时之前就已经离开了教廷。感谢大神的解答。其实大神你一直徘徊在食腐者教廷附近，对吧？他果然已经猜到了什么，你什么意思？大神不必担心，这仅仅只是我的一个猜测。毕竟你对食腐者的动向实在太了解了，就连一些审判庭的高级人员都不知道的内幕，你也同样知道。之前和你私聊过的路人，你还记得他吗？路人，那个差点在阴影堡垒暴露我的战地记者，他居然也在歌青荣的小队里。歌青荣现在知道这件事，说明路人也在你的小队里。没错，路人的潜行能力，还有之前那个叫林北的，这个歌青荣的小队果然全是精英，这下麻烦了。战斗一旦打响，所有食腐者都会在第一时间释放缠铠，到时候在一群冒着黑旗的怪物里，只有我还包裹着盔甲，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我的身份暴露是必然的。到了这个地步，再否认已经没有意义了。歌青荣这种人，一旦认定了某个想法，就不会轻易改变。他刚刚那条消息，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在确认。我确实因为任务的关系，一直徘徊在食腐者教廷附近。我的主线任务就是击杀 Maverick。这倒是和我猜的8、9不离十。如此说来，望尘大神现在也在朝着蒲光岭的方向移动吧？来得及吗？反正食腐者一定会比我先到，记得做好准备。对了，其实我很好奇，大神究竟是怎么知道食腐者军团一定会朝着我们设伏的地点前进？这也是任务给的消息吗？果然，这个问题才是他最在意的。之前的回答太模糊，根本骗不过他。因为我在食腐者教廷外围活动的时候，见到过地穴领主之一，你会真觉得审判庭拿到沿节绵卵的过程中，一点风声都没走过吗？所以大神的意思是，审判庭早就中了对方的反包围计。或许吧，反正我一直跟着这支集团军，他们前进的方向，依照地图来看，就是朝着你们设伏的位置去的。不知道后续有没有机会和大神见上一面？前提是你们能在食腐者与地穴洞主的围攻下存活。即便你们提早行进了计划，但我依旧不看好这次行动。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仅仅只是一个小审判官而已，还左右不了上面大人物的决策。歌青荣，求生者。如果我直接向他摊牌我的真实身份，并给出足够巨大的利益，一边击杀夜眼，一边需要击杀天辉，反正我们也只是这个世界的过客，任务完成就会离开。或许这是个双赢的局面。不行，我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食腐者的行踪。你这消息真的保真吗？哥队，我都往前摸了6个小时了，影子都没见一个。你的无人机真什么都没发现？没有，红外和热成像都没有发现任何人形生物。路人那批产品出发前调试过，不会出问题。而且我一直抽空帮他记录，毕竟我们现在同一条贼船。林北，你说歌青荣天天算计，现实里干啥的？这种人会有夜生活、有异性朋友吗？我怎么知道？你可以主动问他。你什么意思啊？
因为他现在就在我边上，你说的他都听到了。我好像发现异常，先去看看，别联系我分析。你不发表看法？还能有什么看法？想知道我可以回答，我有夜生活，也有异性缘。那东西做的怎样了？还差一点，算调试还要5小时，完成会通知你。我不懂科技流制作，但2条外骨骼机械臂一定不需要这么多材料。剩余材料我允许你搞后手，但我希望是在完成合作以后。等下让陈浪来配合调试。说配合调试，不就是监视器？早知不上这贼船，现在怀疑当初追杀我的人也是他设计的。要不是他拿出这张图纸，不过这图纸确实是好东西。科技流3要素：图纸、资源、时间。灾厄空间限制严，大部分造物带不出这种时间，否则前期狗弱，后期人人搓核弹早无敌了。但这种特殊装备不一样，满足条件能带走1、2天，而这绝对值。效果简单粗暴，对近战格斗的求生者来说简直是神器。可惜。第一，这东西得先给别人用，等回到我手里还剩多少耐久是个未知数。第二，我还满足不了装备需求。天赋机械师，听起来真够掉价的，最低等级。我还以为自己能抽个 S 级呢，可谁知道，真香！制作成功率恒定提高10%，需求减少10%。别看只是10%，不是在原有基础上乘，是直接加别人的60%，到我这儿就成了70%。代价就是为了支撑制造的完好，我只能疯狂对智力，结果自己造出的神器自己却用不了。算了，这玩意儿本来就是意外之喜，我的底牌可不是它。柯青荣让我过来，配合你进行调试。东西在这里，体型差不多，应该不用怎么整。来吧，你就这么放心？不怕我做什么小动作吗？你要是有问题，柯青荣会第一个发现，而且不动用那些机械道具的情况下，你打不过我。这个好了，装好了，你测试一下。不是，你站着干嘛？你不动一动，我怎么知道这玩意儿匹不匹配？数据怎么收集？你站得太近了。什么？我怕等下活动的时候会伤到你。我确定了，这家伙的情商，绝对是先天不足。现在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这不是在空间。难怪柯青荣会这么感动。没有任何问题，你的技术很好。你这全套家传的养生拳法，从小练的，跟市面上那些传承许久的没法比。养生拳法，你管这叫养生？行了，既然没问题，你可以带着他回去了。顺便告诉柯青荣，后面没要紧事，别来烦。加上我的天赋，成功率只有27%。要不是这次柯青荣给的材料够多，这个阶段我根本不敢想。求生者里，谁还是我的对手？军团长，我请求改变行军路线。绕道，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路上很可能会有审判庭的伺候，他们谋划了这么久，不可能没有任何准备。我们绕路，就代表着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加入战斗，可能会导致地穴领主出现更加严重的损失。但如果继续前进，被审判庭事后发现的概率不低，到时候我们就会率先成为靶子。救援战以食腐者的安全为最优先考虑，这是王的原话。地穴领主虽然也是夜眼的一员，但终究不是食腐者教廷的一员。您说的不错，地穴领主终究不是食腐者的一员。传我命令，全军调整路线。从西侧山脊插入战场。他说的是不是食腐者的一员，而不是食腐者教廷的一员。这其中的意思你怎么确了？他也在警告我也不是食腐者的一员，这是毫不掩饰的威胁。等到救援战开始，他一定会让他的亲信对我下黑手。不过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虽然第8集团军里有克莱恩安插的内鬼，或许能用上，但我从不把自己的命交到别人手上，尤其是我已经死过一次之后。既然你 Maverick 想先动手，那就别怪我直接掀桌子了。检查。王晨，你在做什么？即将作战，不想看到军团长带伤战斗。我有治疗药剂，请向他。这样吧。双方属性相差过大，触发叠加，伤害提高，已获得状态，食腐标记。我不放心别人的东西，我的万神百夫掌，请你亲自闪示效果。这是否可以验证药剂无问题？不必，我刚下手不轻，你自己领着恢复。所有人注意休整结束，5分钟后强行军，要对着军法处置。43%的生命值 ，Maverick， 你果然够狠！3拳之内确实能打死我，幸好之前击杀影魔得到一次性技能用出疙瘩，还是不用上。下一次受到伤害真的很快不会对身体器官造成损伤，否则这一拳足够让我失去战斗力。用标记来监视我，
甚至想在关键时刻用这个标记作为锚点侵入我的身体，正合我意。Maverick，你最好真敢这么做，我会给你一个天大的惊喜。 6万灾厄积分，用你的部队帮我激活 Maverick， 事成之后我再给你4万。恐怕不行，审判庭的人可是给我科普过食腐者的战斗力，更何况这是一位军团长级别的食腐者。之前在奸细森林 ，Maverick 遭遇了陷阱，到现在还没恢复。现在他平均属性只有30点，只针对他一个，你的队伍完全足够。话虽如此，但对方毕竟还带着一支队伍，正面作战，我的部队完全不是食腐者的对手。我持有的队伍和我的任务息息相关，所以玻璃沙西南方，让路人好好注意一下。不出意外的话，我们4个小时以后见。想必击杀一名食腐者军团长，能让你晋升到大审判长的级别吧？是吗？那我可就借望成大神的吉言了。希望到时候我能亲眼目睹大神的真容。西南方向隔壁玻璃渣，让我失望。我知道了。对了，你先把那6万转一部分过来给我，我这里快要顶不住了。等我好消息。还有，林北那边可能在搞什么小动作，我已经很久没有从无人机那里听到他那边传来任何声音了。知道了。林北，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吧。审判官的话语权可不是百夫长能得的。食腐者会从这个方向杀出来，看来他们会跟在地穴领主后面抵挡。这样的话，我就必须得保护我的队伍，而不是第一时间受到地穴领主冲击的。和你想的一样，他们2个想从营地离开，没打死，只是打残了。两位在加入小队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既然你们率先违背了约定，也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不过。你们倒也不算彻底失去价值，恰好审判庭那边需要一些自愿的牺牲者，我看阿瑞就很适合。我出去一趟，队里交给你了。刚刚得到消息，有2位审判庭临时成员为了天辉的未来，自愿被铭刻法术，并携带沿节绵卵走入陷阱。这2位成员真是太激动了，居然昏了过去，甚至摔倒的时候还把自己弄成了重伤。来人，把他们带下去，立刻铭刻法术，别耽误了他们的奉献。感受到这震动了吗？诸位，我们的目标即将到达战场。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迎战地穴领主，彻底终结他们种群的延续。未来的战线上，我们的同胞将不再忍受来自地底的袭击。更加欣慰的是，居然会有意志和我们同样坚定的信仰者奉献自身，让我们对他们的牺牲献以最崇高的赞歌。这是审判庭的法术，他们这是直接被操控的。一种精神控制法术，用来操控他人的身体。不过达成的条件很苛刻，我们不需要担心。当初发现这法术时，我还真是吓了一跳。好在搞清楚了发动条件。我还以为审判庭会和他们表面上表现的那样光鲜亮丽。不可能的，要是真那么光明正大，天辉不知道都被叶眼干掉几次。也是，林北那边真的不管。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直接。没必要，这个阶段个人的武力只是一个稍重一些的砝码，除非战场两边的重量完全一致，否则这块砝码根本起不到作用。况且我们仅仅只是1类求生者，这个世界的上限可是在3级。做好准备吧，那些地穴领主不是我们。我们的战场在其他地方，到了那个时候，我还巴不得林北出现。判一端，判一端！动了！我的身体，快跑！为什么动不了？为什么我不想死啊？老陈，可惜你现在还看不到，不过没关系。这场战斗之后，之前吃了一口互相利用的食腐者的魅力。所有人进军！食腐者，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顶住！快顶住！怎么回事？我们的位置暴露了，这关系太紧了，不像曹总一样那样，审判庭连我们都算计进去了。力爆工地已经扛下，一突击，烈火恐怖近身战。他们的近身阵很强，
何止是球，食腐者最赖皮的地方就是他们能把战场变成自己的猎场。你永远不知道你身边的战友下一秒会不会变成敌人。看到了吗？进入敌人身体，引爆，再借着血雾掩护，寻找下一个宿主。在集团战中，这招无往不利，只是他们战损比夸张的资本。但是如果他们侵入我的身体，本身就带着惊喜。什么？他出来了！攻击！居然真的成功了！燕飞尘，真假？你做的。燕飞尘给我的一个猜想，食腐者的暗夜之力和我们的晨曦之力天生相符。如果在士兵里遇险前，晨曦之力会发生什么？那次我可是暴风了10几个支援者，才找到完美的平衡技能，既能反射腐蚀，又不会在使用晨曦之力时自己被攻击。光凭这一条技能，就足以让我登上圣河之路。是那天将由我来书写。所有单位停止使用附身，重复，立刻停止进入敌军身体，体内有陷阱。看来其他我体内注意神器是出现击败食腐者最大的敌人，也让我有了艾弗瑞克叫板的底气。他要是敢用这钻进我身体，就是有死的天命。一个集团军的军团长跟我这个注定要死的亲人当然，真到了任务失败的下场是进入血腥地狱。以前我还想所有天灾惊慌都不走球，上至暴击夜，下至所有上至初次进入所有球，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开局就算不了，真是更别提海军是否就是4万人选择大力杀出，就是天。所以 Maverick 不杀出血腥地狱的害你，生物趋利避害，生命自私无情，这就是还是要碰着的才是。你注意到那个特殊的食腐者了吗？路人和之前在间隙森林的那些求生者都提到过他，好像是拥有类似丧尸的感染能力。没错，我们的晨曦之力只能限制食腐者附身的能力，但限制不了他的心。你看那边。已经被感染了，幸好他还只是待在战线最后方，对整体局势影响不算太严重。是那个方之人，本来想趁乱解决掉，但现在失去附身一事，如果再没有他的能力支援，那帮被包围的主子就死定了。几滴血而已，无伤大雅。我没事。之前金属上的那个，他体内确实有晨曦之力。看穿了，那个诱饵尸体确实注射过，被他复活的感染者，体内的晨曦之路会被完全消除。走，换地方！所有外侧成员注意，更改攻击目标，集火攻击那个没有解除常态的食腐者，杀了他！军团成员注意，保护望城百夫长，所有人保护他。击杀审判庭时，尽可能保留尸体，那些身上特殊气味的可以用能力，他们是安全的。风平浪静，求生者自带语言通晓能力。歌青荣和 Maverick 的命令我听得一清二楚。如果刚才歌青荣也听到了 Maverick 喊我望尘百夫长，恐怕立刻就会把我和求生者里面的那个望尘联系起来。不过现在看来，战场太乱，那应该是没听见。军团长，我还以为你是来取我性命的。少说废话！立刻用你的能
你给我创造出更多容纳军团能力的傀儡。我也想，可这里是战线最后方，我根本碰不到审判庭的士兵，就算有几具尸体，也残缺不全，没法制造合格的感染者。这个混蛋在挑衅，说不是现在需要他，真想直接撕碎他，但是不行，为了第8军团，为了这次行动，必须忍。要这么做，带我去最前面，只有在那里，我才能接触到足够的审判庭成员。而且，军团长，你必须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军团长，我这种人很惜命，现在的局势我们都很清楚。审判庭封锁了我们的核心优势，再耗下去，我们只会全军覆没。你我之间的恩怨不该在这个时候爆发。掩护！军团长，如果可以，尽量给我活的，死人也行，但效果会差一些。血统技能感染。在做什么？一个一个造，效率太低，只是在加速。以击杀审判庭成员。哼，真是怀念这个声音。我的血统比原初感染者更强，我创造的下级感染者同样拥有血液感染他人的能力，就像吸血鬼一样，一层层扩散下去，这才是最高效的唯一。你的做法到底有没有效果？从开战到现在，我们第8军团已经死了近100人，每时每刻都在牺牲，需要一个看得见的结果。结果正在产生，任何堡垒都是由一块一块石砖堆起来的，急躁是建不成坚固堡垒的。麦弗瑞克军团长，感染扩散需要时间，现在才200多个感染者，还远远不够。再给你20人的时间，再牺牲20个我的士兵。如果我还看不到你说的结果，我们就撤退。已经到他的底线了。请放心，我会给军团长一个满意的交代。被他感染的目标死后还能进行2次感染，甚至通过血液直接传染，这简直比丧尸还夸张。阵线稳不住了，而且你不能再出声了，我感觉我们已经被盯上了。习武者的直觉吗？真是麻烦，必须想办法克制那个特殊的食腐者。或许我该找个外人。望尘大神，你好像没告诉我那名特殊食腐者的具体能力，有所保留可不利于我们的合作。恶心，这家伙本来商量好让他来激活 Maverick 的怒火，结果现在倒像是把我给坑进来了。他的具体能力我不清楚，不过总体属性值并不高。另外，晨曦之路有没有产生效果？别忘了我们的交易。很抱歉，晨曦之路的食腐者没有任何效果，我的队伍解决不掉曼弗里克，合作失败，这些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我的队伍最多再撑20分钟，现在还想着激活曼弗里克，纯属做梦。我们的合作本就只是口头契约，我还你2万积分，已经是仁至义尽了。45五入等于我倒贴钱办事。既然这样，希望我们下次还有合作的机会。合作到此为止了吗？也好，如果不是他一开始的猛攻让 Maverick 陷入困境，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安全。那4万积分就当是给他的伏击报酬。军团长，可以了，让士兵们进攻吧！进攻！进攻！撕碎他们！全体注意，战线崩溃，全军撤退！好了吗？因为延迟法术下令，等你命令送到，我们已经先跑了10分钟，那些士兵全都被丢弃了，不会影响你的职位。我们费了不少功夫才让你坐上那个位置。放心，我现在手头有了更大的资本，只要能活着离开，保底能让我做成大审判长。少这点时间解决不了阿姆巴拉克，食腐者也很快会突破武器。给林北和路人发消息，准备撤退。可恶！就差1点点了，现在放弃太亏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亏点就亏点，这是什么级别的产业？死不会就认。
刚刚开